西安南站大量的物资堆积如山。高家村的西安地区总负责人王唐此时正拿着厚厚的一叠物资清单站在火车站前看着。后勤兵们将一批物资抬上火车，王唐就会在清单上打一个勾，表示装车完毕。朱存基、朱玉建这两个斗笠人站在王唐身边，探头探脑地偷看他手上的单子。王唐啼笑皆非地道：“两位殿下，想看可以正大光明的看，没必要这样偷偷摸摸的。”朱存基：“哇，可别叫我殿下，被人听到身份会穿帮，你得叫我大侠。”朱玉建也道：“在下已经被废为庶人，已经不是王爷了。”王唐：“好好好，两位大侠在这里偷看个啥呀？”朱存基低声道：“你这不是军事机密吗？我哪能正大光明的看？”王唐摇头：“不算军事机密，天尊说了，这批物资要以民间援助的名义入川。目前已经有许多乡绅富户因天尊的要求联名成书，表示这些物资是他们捐赠的。既然是民间援助，那当然就不是什么机密了，谁都可以查看。”朱玉建听到这里有点小尴尬，你们做事情倒是小心细致，尽量不引起朝廷猜忌。和你们比起来，在下真是太蠢了。现在想来，起兵秦王完全可以用民团的名义，在下在背后提供物资，自己不跑去掺和，也不至于引来皇上大怒。朱存基嘿嘿笑：“就是嘛，你应该学我，穿一身侠士服，戴个大斗笠，给自己取个江湖绰号，然后带一群花钱聘请来的勇士出去秦王。别傻乎乎的，直接出动唐王护军嘛。”朱玉建摇了摇头，叹道：“但是那样搞的话，看起来就像个流寇了。我去秦王的半路上，要是碰上白先生，搞不好他给我一火铳打过来。”朱存基仔细一想，好像还真是。一个顶着莫名其妙的江湖绰号的人，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到处跑，那不是流寇是什么？朱玉建叹道：“名不正则言不顺，名正了却又犯忌讳了，做个亲王真是难啊。”王唐笑着摇了摇头：“天尊说过，这是制度缺陷，要解决这一点，需要更先进、更开明的社会制度。不过我这种初中生也想不明白什么更好的社会制度。”两位亲王都听得有点懵。王唐道：“顾炎武似乎在这方面很有想法，天尊很青睐他哦。”朱玉建想起来自己在小浪底水寨见过顾炎武，似乎是个很精神的年轻人。朱存基把脑袋伸到了王唐手上的资料页上，一行一行正大光明的看，多看了一会儿之后，他突然皱起了眉头：“有一个问题。”王唐，朱存基道：“这些物资用了民间援助的名义，他就没有后台了呀？”王唐大奇：“后台？什么东西？”朱存基摊手道：“也就是没有人照了。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王唐仔细一想，猛地一惊，从这里运进四川，千里迢迢，一路要经过许多朝廷管辖的地方，会有贪官污吏窥视。朱存基道：“是的。”朱玉建也叹道：“若是由官员或者乡绅的名义来送这些物资入川，总会有更大的官或者地头蛇窥视，用亲王的名义倒是没人敢窥视了，但是拿得出这么多物资的亲王，必定被皇上忌惮。”说到最后一句，朱玉建也不由得叹道：“确实，这是制度的缺陷，这可如何是好？”王唐也听得愣了愣神，随即咧嘴笑道：“这个嘛，确实是个问题，不过问题不大。”朱玉建：“这还问题不大？”王唐：“大不了一路打过去就完事。”死！朱玉建吓了一跳：“打过去？那不是又引来皇上的忌惮了吧？”王唐：“这可是救灾物资，沿路官员若是想贪，那也得暗中贪，偷偷贪。他们若是伸手被打了，哪还敢宣扬的全天下都知道？根本不敢告诉皇上吧？”朱玉建：“咦，倒也是。”王唐笑道：“他们不敢说是贪救灾物资挨了打，只能编些别的理由罗织罪名。但是撒一个谎，就得用无数谎话来圆，破绽百出的谎言，咱们大可应付得了。毕竟天尊麾下也有很多文官了，朝堂扯皮的话，谁还怕谁不成？”朱玉建佩服的不行，抱了抱拳，不多说废话了。不过他旁边的朱存基却眼珠子一转，嘿嘿笑道：“那这个热闹我可得凑一凑了呀。王唐，我可以跟着后勤队一起出去玩吗？”王唐摇头：“这可不是玩。”朱存基：“那我作为民间援助的志愿者加入，总可以了吧？”王唐哭笑不得：“喂，你合适点，别瞎掺和呀。”朱存基突然指着西安南站道：“这火车站是我的呢，运物资的火车也是我的呢，天尊亲口说了，我这个叫民营企业。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已经掺和进来了，对此你毫无办法。”王唐拿这家伙还真是没法子。王唐只好摇了摇头：“行吧行吧，随你好了。”朱存基大喜：“搞定。”旁边的朱玉建压低声道：“你说走就走的，不怕别人发现你
你不在西安。话说回来，你还敢跑到河南来救我呢？长时间不在西安，这样可行？朱存基嘿嘿笑，你跟我来看。他拉着朱玉建穿街过巷，很快就来到了城中最繁华热闹的地段。随眼在街上一扫，金光闪闪的库里南正停在路边，很容易发现。朱存基指了指库里南，看，那是我的车。朱玉建，那车怎么了？他话音刚落，就见旁边的酒楼里钻出一个朱存基来，穿着王爷的袍服，身边跟着几个太监，满嘴油光，显然是刚刚胡吃海喝了一顿。那朱存基哈哈大笑，这家酒楼真好吃，本世子下次还来吃。他走出酒楼，身边的太监轻轻捅了他一下，指了指街对面。那朱存基抬头就看到了街对面站着的斗笠客，以及斗笠客身边隐隐护卫着一群死士，远远地甩了一个眼神过来，表示一切尽在掌握中。接着，那朱存基带着太监们跳上了库里难，缓缓地走远了。朱玉建看到这里，顿时恍然大悟，替身。朱存基得意洋洋地道：“没错，那是我的替身，真名叫做赵四，是一个演员。天尊还专门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尼古拉斯赵四。我也不知道天尊为啥要这样取名，总之天尊取的一定是有道理的。”朱玉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的人你也找得来？等等，他和你长得这么像，又会演戏，要是你的女人都分不清楚，那岂不是？他的眼光扫向了朱存基的头顶，很明显，这是在暗示头顶青青大草原了。朱存基笑，别瞎想，我的王妃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还有他身边的太监也都知道，王府里留下的死士们也都知道，最关键的是，天尊也知道。他是做不了什么出格的事的，只是拿钱打工而已。朱玉建这下是真的服气了，连天尊都知道，天尊还真是照顾你啊。说到这个，朱存基就得意起来，我以前不受天尊待见，但是修了2条铁路之后，天尊就经常照拂我了。嘿嘿，今后我还要修更多的铁路，不负天尊他老人家的栽培。走吧，咱们2人准备，跟后勤队一起出去玩。朱存基道，咱们这些做亲王的，最缺的就是出去玩的机会呢。难道你不想看看万里江山如画吗？朱玉建，江山如画，我是很想看的，但我更想做的是帮助这江山站起来，挺直脊梁。朱存基，那这一趟你就更要去了。朱玉建想了想，这倒也是。2人回到火车站，那大火车还在装货呢，货好多，装了几个时辰都装不完，好不容易，整辆火车都塞满了，再也塞不下的那种。原本打算坐这辆火车去汉中府的乘客，都被挤得只能坐在货箱上，像后世阿三国的火车一样挤。朱存基和朱玉建2人带着一群死士挤上去，挤在货箱堆里，有点局促，但是朱存基的兴致却很高，大笑道：“出发啦，又可以出去旅行了。”得意的话刚说完一句，一个检票员走了过来：“斗笠客，请出示您的车票。”车票？朱存基大怒：“老子坐火车还要买票？老子是什么身份？坐这车还用得着买票的？”他这一闹，车厢上的人全都转过头来看着他。那检票员见这家伙好像是个刺头，哼哼道：“天尊亲口说了，不管你多大的人物，就算你是在高家村担任要职，也不能白婆甩身份赖掉车票。高家村严禁仗势欺人，严禁以权谋私，严禁村干部张牙舞爪，侵害民营企业的权益，没买票就立即补票，不然别怪我上报圣女大人。”朱存基，他很想说，我又不是仗势欺人，这是我自己的火车啊，可惜身份不能暴露。朱存基最后还是乖乖的捞钱补票了。检票员收了车票钱，哼着小曲儿走出了车厢，一边走还一边甩下一句话：“哼哼，叫你装逼。在天尊的地盘上，没人敢装逼，装的再牛逼，我一报天尊的名号，你还不是得乖乖买票？”朱存基的脸被打得好痛，你，我。旁边的朱玉建哈哈一声笑了出来。火车从西安出发，穿过关中平原，驶向汉中。一路上，朱存基大呼小叫，哇哇怪叫，各种风景都看得稀奇。但朱玉建却不在意风景，他在意的是关中平原的名声。早些年，他就听说陕西大旱，那时候陕西的旱情比河南严重得多，听说陕西赤地千里，人尽相食。但现在看到的却是一片丰饶。关中平原上粮食长势喜人，田间的农民们脸上都带着喜气。朱玉建，这里的旱灾？朱存基笑道：“天尊来的时候，顺手抓来了四海龙王，在陕西连续降了好几年的雨，这里的旱灾也就解了。”朱玉建，抓来了四海龙王？抓？朱存基嘿嘿笑：“是哦，抓来的。我亲眼见过，天尊金色的大手掐着东海龙王的脖子，把他拎到西安上空，命令他喷水，龙王不敢不从，只好费心费力地喷了几天。”朱玉建，嘶，
好半晌他才缓过神来，这里的农作物长得特别的好，比咱们那里不闹旱灾时还好呢。朱存基，那是因为这些农作物都施了鲜肥。鲜肥？朱玉建又搞不懂了，那又是啥？朱存基，先加手段，用一种叫做化学的办法造出来的，比大粪更好。施下去之后，农作物长得飞快，产量起码翻2倍。天朝以农为本，能让庄稼收成翻2倍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神器，比什么大铁车都要更加震撼人心。朱玉建也被震撼了，这么好的东西，这怕是会引来贪官窥视吧？朱存基脸上露出古怪表情，是的，会引来。例如，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我。朱玉建，朱存基也不怕丢人，反正面前这人比自己高2倍，给他讲点自己的丢人事也不算丢人，便把当初自己抢无声和史可法的化肥，结果踢中铁板，被高家村借皇帝的事收拾，最后秦王府拿了5万两银子出来给无声救灾，朱由检才放过了他。朱玉建听完哑然失笑，你可真是个纨。朱存基哈哈笑，没错，我就是个纨绔。两人就这样一路尬聊着，谈谈风景，聊聊民生。许久之后，汉中到了。朱存基也是第一次来到汉中，倒是兴致满满。火车刚停稳，他就从车上跳了下去，落脚在汉中北站，眼光在火车站台上一扫，马上感觉到哪里不对了。这汉中北站破破烂烂的，水泥站台只修了一小段，石头站台为主。收费站上面搭了个草棚子来遮雨，毫无新时代的感觉。咦，这汉中北站怎么如此简陋？朱存基和咱们西安南站简直不是一个水准的。朱玉建跟着下车看了一眼站台，也有点意外，确实这里修得好差。明明是一条路的2端，但这一端的水平比起另一端差了108000多里。朱存基在站台上到处游走，一圈看下来，越看越气。这破站我受不了，完全无法体现出咱秦王府的豪气。谁建的？谁负责的？把那家伙叫来见我。身后一个死士凑上前来，低声道：瑞王府负责的。啊？朱存基一下子想起来，西安铁路可不是他一个人出钱建的，他只是最大的股东，2号股东是封地在汉中的瑞王朱常浩。修建西汉铁路时，双方就说好了，由秦王府负责西安南站，瑞王府负责汉中北站。现在抬头一看，瑞王府负责的这个汉中北站也太他娘的寒酸了，这是有多省钱啊！朱存基歪着嘴骂道：操，瑞王这个狗日的！朱玉建啼笑皆非地道：喂，他比你高1倍，是你表叔，别乱骂啊！两人正说到这里，就看到一大群人走进了火车站，为首一人穿得人模人样，正是瑞王朱常浩。朱常浩今年45岁，虽然比朱存基高1倍，但是年龄相差无几，都是40几岁纨绔中年。大多数纨绔中年都好酒色，整天在青楼里吃喝玩乐。但朱常浩没有这个坏毛病，他不好酒也不好色，红粉于他如骷髅。他平生只爱一样东西，钱。所以当初秦王府派人过来找他一起投资搞火车，给他分析了一下搞火车能赚多少钱之后，朱常浩立即屁颠屁颠的入了股，还派他手下的张公公出来监督工程进度，负责修路什么的。没想到那张公公居然克扣工人的工钱。当秦王世子写信来告知他这件事之后，朱常浩顿时大怒。公公欺上瞒下，克扣工人工钱，不就是在贪污自己的钱吗？这对于一个爱财如命的人来说，简直不能忍。暴打了张公公50大板之后，朱常浩就开始自己亲自督工了。尤其是这汉中北站火车站，因为是建在汉中的，不需要出城，朱常浩就可以亲自监督，亲自管着每一个铜钱了，一个铜钱都不能乱花。于是火车站就建成了这个破破烂烂的模样。他带着一群太监护卫，前呼后拥地走进火车站，抬头看了看破破烂烂的收费站草棚，脸上居然没有半点不适之感，反而有点得意。走到草棚子前，对着卖票员问道：今天卖了多少车票呀？卖票员立即答道：王爷，今天已经卖了80两银子的车票了。朱常浩大喜，80两，不错不错。秦王府分走6成，是48两，本王能分到4成，是32两。今天收入很不错，哈哈哈哈。对了，西安那边的卖票站现在卖了多少票呀？卖票员：西安那边的情况现在还不知道，火车刚刚到站，要等车上的人过来了，我问问他才知道那边的情况。朱常浩，本王都站在这里了，就不用你问了，本王亲自去问。朱常浩屁颠屁颠地跑向第1节火车头，对着2个司机吆喝起来：喂喂，今天西安那边的火车票卖得如何了？一个司机探出头：西安卖了250两的票。什么？朱常浩大喜，250两？
比汉中多这么多。等等，本王得算算，250两的4成就是100两银子，哈哈哈哈！本王今天什么也没干，就已经坐收132两银子了。没有什么比赚钱更让一个财迷开心。朱长浩感觉自己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突然感觉到哪里不对，他抬起头对司机道：“今天西安怎么回事？这也太多了，不太正常了。”司机指了指后面，今天所有的车厢都装满了，运了大量的货，这些货全都买了货票。朱长浩，大量的货。他的眼光往后面的车厢扫了过去，然后就看到高家村民团的后勤队正在将一筐又一筐的货物从火车上搬下来。这一下就把朱长浩的兴趣给引起来了，他飞也似的跑了过来，看热闹来了。朱存基和朱玉建对视了一眼，脑子飞快的转，想着要不要去和瑞王打招呼，但是想了半天，最终还是作罢，身份最好还是不要暴露。倒是后勤队的诸葛王禅注意到了这一幕，立即有意无意的向着瑞王凑了过来。瑞王本着逮人就问的原则，看到有人凑过来，当然要问：“喂，你们这些货是什么情况？”本王看了，满满的一筐又一筐的，全是粮食、布匹这一类的东西。诸葛王禅微笑道：“启禀瑞王殿下，四川闹贼，四川总兵侯梁柱被杀，流寇已经攻下38城，形势岌岌可危。所以西安那边的乡绅、富户以及一些朝廷的官员们自捞腰包，捐赠了这些物资，打算送去四川救济难民。”瑞王听完吓了一跳，攻38城，这么厉害？是啊。诸葛王禅道：“四川彻底乱了。”四川的形势虽然吓了瑞王一跳，但吓完也就算了，毕竟四川离汉中远着呢。他也感受不到急迫性，眼光在物资上转悠，只见一筐又一筐，一筐接一筐，粮食像不要钱似的往车下搬。瑞王的眼珠子转了几个圈，这些物资都是乡绅、富户、官员们捐的。诸葛王禅：“是的。”瑞王，具体有哪些官员啊？他这一问，诸葛王禅就警惕了起来，旁边的朱存基、朱玉建两人的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很明显，这货动歪脑筋了。他问有哪些官员，就是在摸底呢，想看看这批货后面的官员厉害不厉害，自己能不能伸手从里面捞好处。诸葛王禅脸上带起了古怪的笑容，也没什么大官，都是些小官，例如山东按察司佥事王祉、澄城县令梁世贤、河阳县令冯卷一类的。瑞王脸上带起了一抹古怪的笑容，原来是这些人啊。他退回了自己的太监护卫群中，一群人围成一圈，似乎在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个太监走了过来，对着诸葛王禅道：“你们远道而来，不知道咱们汉中府的规矩，南北商货凡是经过汉中转运，都要向瑞王府缴纳半成的过路税。看在你们货物众多的份上，瑞王特别开恩，给你们再减免一些，只需要按照110交税即可。”太监这话一出口，诸葛王禅就笑得更诡异了。这种阴阳怪气的笑法，明显就是学自天尊。天尊的恐怖谷硅胶笑法，现在也是高家村的人争相模仿的笑法之一，专门用在类似于眼前这种情况的时候。但是普通人类的脸还真的很难笑出硅胶感，所以大家努力练习皮笑肉不笑，练得不少人脸部肌肉抽筋呢。诸葛王禅阴阳怪气的笑道：“这个税不会是刚刚临时拍脑袋想出来的吧？”太监，瞧你说的什么话？这是瑞王府经过深思熟虑早就定好的税目。诸葛王禅，各种税目并没有私人制定之理，必然要上报朝廷，请示户部，由官员们议定，方才可以征收。就拿辽饷来说吧，这玩意儿好多官员吵了好多架才派了下来呢。不知道瑞王府这个货物周转税，户部是什么时候批下来的？可有公文拿来一关？太监一下子僵住了，没想到对方区区一个运货的，居然懂这么多。事到如今，只好横着来了。太监哼了一声：“公文咱们瑞王府当然是有的，但你什么身份？敢要户部的公文？今儿个这公文就偏不给你看，税你还得乖乖的交。”诸葛王禅：“有公文我就乖乖交税，没有的话，那就抱歉了，一粒面粉都不会给你。”太监怒。诸葛王禅倒是不怒，只是阴阳怪气的笑。旁边的朱存基和朱玉建对视了一眼，心里都在想：这瑞王简直是个大傻逼啊！高家村的运输队你也想来薅羊毛？你这家伙贪财也得有个限度，这下你肯定要挨收拾了。朱存基，我们该不该出面去阻止朱长浩呢？朱玉建，我们不便亮出身份，没身份怎么阻止得了？朱存基仔细一想，还真是，不亮出我们的身份，朱长浩根本不会理我们。但是亮出身份完全是傻子行为。朱玉建，别管了呗，朱长浩这小子要找死，由得他找便是。像这种贪财好货的家伙，就是欠收拾，让天尊把他翻过去覆过来的抽一顿，看他还敢不敢贪。
朱存基瞥了一眼简陋的火车站，其实我也想抽他，这家伙财迷的过分了，明明手里有的是钱，连个火车站都舍不得花钱好好搞一搞。两人站在一边看戏，他们不动，秦王府的死士自然也不动，全都站在两人身后一起看戏。另一边，诸葛王禅摆明了一副我就不交税的模样，也把瑞王府的太监惹恼了。这太监挥了挥手道：“小的们过去搬。”他这命令一下，朱存基就噗的一声笑出声来。朱玉建，你笑啥？朱存基，当初我手下的人去抢高家村的化肥，也是这样的做派，结果我输得很惨，赔了5万两呢。5万两对我这个天下第一番来说都很肉疼，对于瑞王这个死财迷来说，那不比杀了他还难受。朱玉建，我倒觉得你们两人抢的东西性质不一样。朱存基，哪里不一样？朱玉建，你当时抢的是无声和史可法带来的朝廷的商品，性质还不算十分恶劣。朱常浩要抢的却是乡绅们捐赐给老百姓的救灾物资，可比你当时的性质恶劣多了。若这两件事落在我手里，你那边只会轻罚，朱常浩这边必定严惩不贷。就在他这句话音落下的同时，瑞王护卫已经过来了，为首一人一伸手就去推诸葛王禅。他这一推十分随意，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在这种情况下反抗，但是以前没有不代表以后不会有。诸葛王禅双手一错，均用格斗擒拿术，绰号鬼神拳法，啪的一声扣住了那护卫的手腕。护卫一个问号刚刚从头顶上跳起，诸葛王禅就反身将他抡了起来，像抡起一个大麻袋似的，往着地面上重重一摔。护卫身上披着甲，几十斤重，加上自身的体重差不多200斤，却被诸葛王禅轻轻松松抡了起来，重重往地上一砸，砰的一声闷响，声音大的整个火车站都能听到。哗！造反了！瑞王府的护卫们大声叫唤起来，大胆！一群护卫齐齐冲了上来。但是诸葛王禅又不是光杆司令，他可是带着整整一个后勤营过来的，一营500人，硬算数量比瑞王护军的兵力还要多。何况护军现在还没来，来的只是几十个护卫，比护军的档次还要低一级呢。这打起来哪来的悬念？后勤兵们把自己正在搬运的货物往地上一摆，挽起袖子就冲了过来。一个照面，瑞王护卫们就被后勤兵们按在光滑的地面上摩擦摩擦摩擦。这一下，整个火车站都闹腾起来。老百姓们退得远远的，然后启动了看戏模式。这里可是火车站，流动人口比较多，不像普通的村里老百姓足不出10里，见识短浅。这火车站里的人多多少少也是见过点世面的，至少也往返过一次西安啊。不少人都知道西安是什么地方，也有不少人知道什么叫做民团。一看到瑞王和民团闹，这些人就知道有大乐子看了，然后全部变成了民团的啦啦队。只有少数汉中人没去过西安的，还在替民团担心。有人低声道：“打了瑞王府的人，虽然让我们感觉很爽，但是事后他们肯定要被砍头啊！”哎，瑞王被一群太监护着，狼狈的往后急退。反了，反了天了，造反了呀！有人造反了，快去把护军叫来，快去叫汉中知府，快去叫汉中总兵。诸葛王禅笑着帮他补了一句：“快去叫如来佛祖。”围众群众不嫌事儿大，不少人跟着喊道：“快去叫如来佛祖！”哈哈哈哈！朱存基，闹大了！要是把知府也叫来，这事儿就能传到朝堂上去了。朱玉建也皱起了眉头。只见瑞王府的人很快就逃出了车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后勤兵们则加紧搬运自己的物资，把火车上的粮食一筐一筐继续向下搬。一群老百姓跑过来，急道：“好汉们，你们快跑呀！还在这里不紧不慢的搬什么呀？”诸葛王禅笑道：“不搬可不行啊，这都是我们的救灾物资，必须送到难民们的手里，岂能丢下他们跑路？”老百姓们，可是用不了多久，瑞王护军、汉中知府、总兵都要来的呀。诸葛王禅让他们来好了，谁怕谁啊？老百姓们，死！一些胆小的老百姓赶紧躲远了些，一些热心的或者知道天尊是谁的老百姓却帮忙搬起货来。没用多长时间，火车上的货全部卸下，在火车站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接着大量的车马过来了，后勤兵们将粮食堆到车马上，向着汉江旁边运过去。汉江上已经有大量的小船，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转运这批货物。老百姓们看到后勤队这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他们倒是急得不行，不少人跑过来帮忙推车。然而再怎么帮忙也快不到哪里去，大火车一运就是几十上百万斤物资，哪有这么容易全都运得走？车马跑了一趟还得跑第二趟呢。瑞王护军到了，人数并不多，也就200。这年头天下第一帆风的秦王府也只有500护军，瑞王本来就低一级，再加上他又是个大财迷，养500护军多费钱啊，
只养200个比较省。这200人到了地方一看，闹事的民团后勤兵居然有500人，人数比自己2倍还多，而且个个看起来不像好惹的家伙，身上那肌肉能发光。瑞王护军畏缩不敢前进。瑞王大怒：你们发什么呆？给我冲上去拿人啊！护军统领：瑞王殿下，咱们明显打不过呀。瑞王，你们是正经官兵，他们只是一群民团，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护军统领翻了翻白眼，心想：你也知道我们是正经官兵啊，那你倒是把军饷发足啊，别那么财迷，给我们多吃点肉啊。只是这话只能在心里想想，终究是不敢说出来。护军统领只好道：敌众我寡，需等待援军，知府大人和总兵大人马上就会到了。于是200瑞王护军也变成了围观群众，居然躲在远处看着民团搬运货物，完全不敢上前来。又这样僵持了一会儿，只听到大量的脚步声响起。汉中知府、汉中总兵2人终于到了。汉中知府倒是个不出名的普通官，但是这汉中总兵可不是寻常人。此人姓赵，名光远，是平辽将军赵帅教的儿子。赵帅教有多猛，这里就省略1亿字了。赵光远一到，瑞王就嚣张起来了，跳着脚道：赵将军，快把这些贼子通通拿下！赵光远可不傻，不会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砍，开口问道：这里究竟在闹什么？朱长浩指着民团道：他们造反。赵光远：造反？哪有在造反？我只看到他们在搬运货物呀。朱长浩：他们打我的人。赵光远：只是打，没杀吗？朱长浩：殴打王府的人和造反有什么区别？这区别可就大了。赵光远很想吐个槽，但是看在对方是王爷的面子上，忍了。这时候汉中知府却凑了过来，在赵光远耳边低声道：打不得，这些人打不得。赵光远：汉中知府可不像瑞王一样足不出城，他对自己辖区的情况还是很清楚的。整个关中平原农田里的庄稼都因为化肥的关系，收成翻了2倍不止。这种事他一个做知府的如果都不知道，早就滚蛋下课了。他甚至知道道玄天尊教的存在，但他并不知道天尊是真的会显灵，只是以为这是一种民间信仰。背后有陇西李氏做靠山，实力雄厚，连秦王府、陕西巡抚都和他们有关联。知府在赵光远耳边低声道：虽然我不敢肯定，但这些人是一个叫做道玄天尊教的善男信女这个教派。赵光远吓了一大跳：什么？知府低声道：你看这些人惹了瑞王府，却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搬着物资，一点也不怕瑞王。就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天下第一番撑腰，瑞王若是和秦王闹起来，输的一定是瑞王啊。赵光远奇道：既然有秦王府的关系，他们为啥不拿出来说？说了的话，瑞王还敢拿他们怎样吗？知府低声道：嘘，这只是我的猜测，人家秦王府可没承认。这么大批物资，这么大批到处乱跑的民团士兵，就算真是秦王府的，怎么可能承认？这要是坐实了，和造反有什么区别？唐王朱玉建就是他的榜样了。赵光远恍然大悟。知府道：有些事知道了就好，嘴上是说不得的。赵光远这下彻底悟了，将手一挥，大声道：本将军看了，这些都是良民，老老实实的搬运着物资，不是乱党。瑞王殿下，下次不要再一惊一乍，胡乱呼叫官兵了。我这么来一次，劳师动众，士兵们多辛苦啊。朱长浩：哎。赵光远：回去吧。说完，他打马就跑。这地方他可不想掺和。汉中镇兵立即跟上，瞬间跑了个没影儿。汉中知府也拱了拱手道：瑞王殿下，慎之，勿要扰民啊。说完，知府也赶紧开溜，一大群衙役和帮闲跟着他一起溜，唰的一下跑没了影儿。朱长浩呆瓜了。然后更让他没想到的事发生了。诸葛王禅看到知府和总兵来了又走，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嘿嘿一笑，捏了捏手指骨，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兄弟们，东西搬累了，揍揍人，舒缓一下筋骨吧。后勤兵们笑：好咧。于是500后勤兵一边捏着拳头，一边走向了200瑞王护军。朱长浩，你们要做什么？你们不要过来啊！揍他们！上啊！后勤兵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瑞王护军顿时大乱。一片混乱中，也不知道是谁飞起一脚踹在朱长浩的屁股上，将他踢得飞扑出去，在地上重重的一摔，又向前滑了1米多。瑞王屁股上有一个巨大的脚印，一脸愤然地站在远处，偷看着民团在汉中码头装货，大量的粮食被装上船，编好一个船队之后，向着下游出发。这里是汉江上游，河道还比较浅窄，江上没有大船，全都是小船，
要运送大量的粮食就只能靠数量了。高家村派来打点的先头部队，几乎将这附近所有的船只都高价租了下来，船夫们得了一份工作，赚到一份丰厚的佣金，而且听说这活儿还能做很久，开心的直乐。为了提高粮食搬运效率，不光高家村后勤兵们在动手，还雇佣了大量的搬运工人，当然工钱也是给的极高的。搬运工人们也跟着船夫们一起乐。这么大规模粮草运输，还需要保证安全。汉中府的许多江湖好汉也主动跑来请缨，表示自己可以参加运输队，负责保镖什么的。高家村后勤队自己有能力护送粮食，但还是花钱把这些人也请了下来。嘿，这些人将来都是预备兵的材料，让他们跟着自己混来混去的，就瞅个机会能吸收进来。整个汉中城都因为这庞大的货运行动给激动了，明明和货运无关的行业也受到了影响，被带动的一起运转起来。瑞王委屈巴拉的站在远处，看着这庞大的运输队，没有从中吃到一口钱，还挨了打，丢了面子，实在是有点不甘。本王得向皇上告状。瑞王扁着嘴道：“殴打亲王，简直无法无天了，本王要告他们。”他的亲信太监在旁边压低声道：“王爷，使不得。”瑞王为何使不得？本王都被打了，还不能告状？太监低声道：“这可是救灾物资，你也知道，皇上想救灾，但手里没钱。”文官们又催他拿内帑出来救灾，皇上头疼得很，就盼着民间出钱。对于那些肯捐钱捐物的乡绅，皇上还卖给他们官位。这批救灾物资肯定很得皇上欢心。您要真在里面吃了一口，还得担心他们向皇上告您呢，咱们哪能主动把这事捅到皇上那里去？到时候皇上过问，他们为何打您？您说我想从救灾物资里面克扣，那皇上还不得把您拿出来办了？瑞王听了这话，猛地一醒，难怪他们敢对本王动手，脑子渐渐的清醒过来，贪念被恐惧给压住了，现在不光是挨了打，还要担心他们向皇上参自己一本了。瑞王抹了一把汗道：“这批物资都是西安那边过来的，乡绅们要告发本王，须得陕西巡抚孙传庭帮他们上奏章。你快去西安走一趟，找孙传庭打点，让他把乡绅们压住，别闹进京城里去了。”太监赶紧往西安跑。瑞王死了在克扣的心，心里却在暗想，这批货物要从汉口入长江，而汉口是楚王朱华奎的地盘，那家伙可是个狠人呢，不知道这些强龙压不压得住朱华奎那个地头蛇。几天后，太监回到汉中，向瑞王汇报，孙传庭答应帮咱们压住乡绅们了。瑞王大喜。太监低声道：“但是孙传庭比我们还贪，他娘的，他要我们出1000两银子封口费，才肯帮我们这个忙，小的拼了命的和他讨价还价，好不容易压到700两。”瑞王噗，钱不多，瑞王倒是付得起，但贪钱不成，反而得付钱，这对于一个财迷来说，暴击破防了。高家村村库喜提700两银子进账，庞大的船队顺流而下，向着汉口出发了。朱存基和朱玉建两人也跟着船队一起行动。船行很快，1日之间数百里，很快就来到了云乡地区。高家村在这里有罗西赵府，还有当年卢相生在任时打下的基础，因此毫无任何阻碍，轻松通过。倒是朱玉建在这里向着东北方眺望了很久，因为云乡地区的东北就是他的封地南阳呢。此时遥遥眺望南阳方向，心情复杂万分，有点惆怅，也有点遗憾，但并不后悔，甚至有点因祸得福。他这一次陕西之行，虽然浅浅的还未深入，但已经感受到了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比起困守于小小南阳，眼光见识都开阔多了。过了云乡地区，再继续向南，就进入楚王朱华奎的地盘了。最大的一艘船上，诸葛王禅正在翻看着楚王朱华奎的资料，这个人好像有点难搞。朱玉建在他旁边开口道：“是的，这个家伙是个相当狠辣的角色。许多年前发生过一次伪楚王案，有人说朱华奎不是上任楚王的儿子，当时闹得很大，最后的结果是朱华奎派人打死了湖广巡抚赵可怀，这件事才画上了句号。”诸葛王禅皱起了眉头，这人连巡抚都敢打死，简直无法无天啊！朱玉建苦着一张脸道：“他虽然这么无法无天，但这楚王的位置却做得好好的。他本想说而我一心为国，却被废为庶民，船上人多耳杂，他就把这话给压下了，只是心里颇为郁闷。两人正说到这里，前面一艘小船迎了上来，船头上站的是个高家村的先头打点部队的士兵，大声对着诸葛王禅吼道：“队长，大事不好了，武昌城那边正在闹流寇，八大王张献忠得主力大军正在武昌城下肆虐，汉水两岸全是难民。”诸葛王禅听到这里，不由得一愣。朱存基和朱玉建两人也愣了愣。一名士兵问道：“这边的难民要救吗？”
诸葛王禅：废话，当然要救。士兵，可我们是去四川救灾的，这些物资是四川预定的呀。哪有什么预定不预定的？诸葛王禅分出一些物资救济武昌难民，其余物资继续往四川运，同时通知本村调配更多物资过来。只要是为了救难民，天尊会赐下物资的，我们不存在物资不足的问题。士兵们，好！船队继续向前，根本不虚。没用多久，就到了武昌附近的江面了。只见河道两旁，难民络绎不绝，都在逃向武昌。难民们拖儿带女，沿着汉水向着武昌前进。流寇所过之处，小村庄和小城镇都是待不住的，甚至连县城都很危险。老百姓们只能向武昌这样的大城迁移。这些老百姓看到江上一大片货船，若是平时，肯定要八卦之心拉满，围在江边看热闹。但现在他们流离失所，逃命，哪有空来管什么江上的货船，全都埋着头，只是默默地走。走着走着，就感觉到江面上那只巨大的船队里面散出来了一些小船，往着江边靠。接着，船上有人大叫起来：“乡亲们，你们这样逃难去武昌，有饭吃吗？”大多数人没心情回答，只有少数社牛人回了一句：“田地被流寇踩平了，房子也被烧了，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去武昌讨饭呗。”哦，什么都没有了呀！船上的人叹了一句，接着话锋一转：“乡亲们，来领救济粮了。我们的粮现在不多，一人给你们发10斤，先应付几天，待我们下次运更多的粮来。”此话一出，江边的老百姓们就像被点了定身穴，全都不动了。运作僵硬的转头过来看，然后就见到船上的人拎起了一个装粮食的大袋子，在江边排好队，排好队，每一艘船前面排一个队。老百姓们轰的一声喊，瞬间开始整列。他们可没受过什么队列训练，着实混乱了一番，但最终还是站成了10几列，每一列对着一艘靠向江边的小船。船上的后勤兵叹了口气，开始发粮。有趣的是，朱存基这家伙居然也跳上了一艘小船，亲自跑到江边去发粮去了。这家伙还贼有干劲，发一袋粮就对那老百姓说一句：“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个人如何？”那老百姓就会来一句：“恩公，您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朱存基大喜，拍着他的肩膀道：“哈哈哈，我喜欢你。”朱玉建不禁大汗，对诸葛王禅道：“秦王世子一直都这样。”诸葛王禅低声道：“一直在找存在感。”朱玉建：“我想，我大约是懂他为什么要这样。”诸葛王禅。朱玉建悠悠地道：“我起兵秦王，又何尝不是在找存在感呢？想要拯救大明的同时，也想被别人认可，想要听别人说一句皇亲国戚不是被圈养起来的猪。”啊，朱玉建真是一个英明神武的王爷。诸葛王禅一时无言。正在这时候，突然见河边排好队的老百姓们乱了起来，是从队伍最后面开始乱的。有人在大叫：“不好了，八大王的手下过来了！是八大王的人，快逃！”队列瞬间散乱了，人们向着四面奔逃。一个刚从朱存基手里接过粮食的难民也被吓坏了，撒腿就开跑。朱存基嘴里一句“你觉得我这个人好不好”还没来得及问出口呢，那老百姓就唰的一下跑没了影儿。我擦！朱存基大怒：“谁在妨碍老子装？可行善积德！”朱玉建：“贼军来了！”一句话吓了朱存基一跳。很快，一小队马贼出现在了远处。朱玉建皱眉：“骑兵来得好快！”老百姓正在岸边乱跑，会被这些贼军骑兵追上砍杀的。他能想到这个，高家村后勤队自然也能想到。士兵们对着老百姓齐声大吼：“别乱跑，靠到河边，离河边越近，我们越能保护到你们。”他们刚刚发过粮，在老百姓心里已经树立起了一定的威望。这一喊，不少老百姓还真不乱跑了，对着水边靠了过来。这个行为带动了更多人，老百姓纷纷向着水边挤。很快，他们就在岸边挤成了一团。而高家村的船本来大多数留在江心，没有向岸边靠的，现在却在向着岸边靠过去。船上的后勤兵用飞快的速度在装粮食的筐下面一抽，抽出了火铳。贼军的骑兵轰隆隆地对着老百姓们冲来，后勤兵们齐声大吼：“趴下，趴下！”江边的老百姓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反正听话照做就对了，抱头蹲趴在地。接着，他们就听到了火铳的响声，砰砰砰的响个不停。气势汹汹冲过来的马贼们摔落马下，人仰马翻。这股马贼数量倒也不多，一见情况不妙，马上撤退，瞬间就跑得远了。老百姓们这时候才从地上慢吞吞地爬起来，左看一眼，右看一眼，大喜道：“恩公厉害！哇，恩公们，你们是哪里来的兵啊？陕西兵吗？你们不是官兵吧？怎么这么厉害？”
一群人七嘴八舌。后勤兵们让他们重新排好队列领粮，一边发粮一边道：“我们是民团，你们领了粮，赶紧去武昌，躲在城里不要出来。回头我们会再用货船运粮到武昌来帮你们，切记不要乱跑。”老百姓们乖乖应了。没多久，每人10斤粮发完，货船队要继续向下游前进了。老百姓们发现跟着他们可抵御流寇，便在岸边跟着船队跑。这里离武昌也不远了，诸葛王禅便故意放慢了船速，让老百姓们用双脚也能跟得上。就这样，一个大船队在江心，一大群难民在岸边，水陆两路齐头并进，对着武昌而去。此时的武昌正如临大敌，大量的官兵在武昌知府的率领下守在城头。楚王朱华奎也率领着楚王护军一起登上了城头。不久前，斥候来报，八大王张献忠率部来袭。这八大王在诸多凶残狠毒的流寇之中，也属于最凶残的一个，所过之处杀得尸横遍野，行事毫无底线。听说他来了，谁心里不慌？平时讨厌官兵的老百姓，现在也踊跃前来帮忙，帮着官兵搬运守城物资，忙得不可开交。楚王朱华奎今年已经65岁，是个老头子的，瞪着一双浑浊的眼睛，向着身边的武昌知府问道：“湖广巡抚呢？为何还不率军来援？”武昌知府心里暗想，当初你派人打死一个湖广巡抚，这事闹得天下皆知。后来上任的湖广巡抚哪个不躲着你走？就你，巴不得你被贼杀了。不过嘴上却不能这样说啊，不然下一个被打死的就是自己了。武昌知府只好道：“巡抚大人率军秦王去了，现在还没回来。”原来此时的湖广巡抚是卢相生，他是湖广巡抚兼任五省总督，负责剿匪，身份很复杂。一般的湖广巡抚总是驻扎在武昌，不会乱动，但卢相生却一天到晚带着兵到处跑。不久前，卢相生率军进京秦王去了。他要是不进京秦王，流寇现在也打不到武昌城下来，只怕正被他围困在大别山里呢。卢相生这一走，中原兵力空虚，武昌城里根本无兵可守，除了一些废物渣渣卫所兵，就只有楚王护军那几百人，然后就是大量的民团、普通老百姓了。就凭这些人勉强守住像武昌这样的大城还行，想要在乡间野外与流寇打野战，那是完全没得玩，甚至连县城都不敢去守。楚王朱华奎有点不满地嘟哝了一句：“这湖广巡抚真是个废物，贼子打到武昌了，他却不在。”武昌知府卢大人可不是废物，但他也不会分身术啊。朱华奎怒，这小官敢和我唱反调？他怒瞪了知府一眼。武昌知府赶紧闭嘴，他可不想被打死。就在这时候，一个斥候跑回来，大声报告道：“一支庞大的船队和着大量的难民顺着汉江过来了。”若是光听到船队来了，朱华奎也许还会好奇这是哪里来的船队，但听说有大量难民一起，他就以为这船队也是逃难的商人或者渔夫，也就不认真细问了。难民跑来武昌？是的，城外贼军肆虐，周围村庄、小镇里的居民全都拖儿带女对着武昌过来了。武昌知府道：“开城，放难民们进来。”不可！朱华奎立即开口道：“这些难民中间定有贼人奸细，会于难民之中入城，半夜3更突然打开城门，就会将贼军入进来了。当初王家印攻破河曲县城，就是用的这个办法。”武昌知府道：“难民中就算混有几个奸细，又有何妨？我们只要严加看管难民，晚上安排好巡逻，自然可以避免奸细作乱。若是为了防范几个奸细，将数万老百姓置于流寇屠刀之下，于心何忍？”朱华奎：“哼，妇人之仁，那些难民死活与本王何干？本王凭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救那些废物？”武昌知府，城头上的民团乡勇们，瞬间整个城墙鸦雀无声。知府还想说什么，朱华奎却开口道：“来人，把这知府拉下去。”楚王护军立即上前，2个军官拉着武金知府将他推下了城墙，最后还一脚踢在知府屁股上，将他踢得打了几个滚。左右的衙役赶紧将知府扶起，帮他拍着衣服上的灰，但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这楚王朱华奎和别的那些亲王不一样，别的亲王也就是群纨绔，纨绔虽然没啥用，但也没大害，偶尔捣蛋也是捣个小蛋。但这朱华奎却是个大害，是要杀人的，他连湖广巡抚他都敢杀，杀了之后还没事。这么一闹，这武昌城就变成朱华奎说了算了。楚王护军紧紧地关上了城门，冷眼看着城外。诸葛王禅、朱存基、朱玉建3人率领的后勤队，带着大量的难民，终于来到了武昌城外。武昌城池并不大，也就方圆几里的样子，耸立在汉水与长江交汇之处的江边，能坐望两江。
倒也算得上一手难过。高家村的船队是不需要入城的，可以从城池旁边驶过。平时这里会有朝廷的操江水师管理江上船只，但现在操江都躲进武昌城里了，根本不敢出来。高家村的船队可以通行无阻。三人本打算目送难民们进了城，就可以安心的继续运物资去，却没想到那一大群难民到了武昌城门口，居然被挡住了。城头上的楚王护军对着下面凶巴巴的大吼：“速速离开！武昌城不会打开城门，你们有多远走多远去！”老百姓们大哭：“军爷，我们没地方去了呀！外面到处是流寇，不管躲在哪里，都有流寇杀过来，甚至连山里都没法待了。”护军，少说废话，速速离开，否则我们就要放箭了。城头上的护军拉开了弓箭，甚至有人故意把城头上的大炮转过头来，对准了老百姓。虽然炮里并没有装火药和炮弹，只是吓唬人，但这个动作还是十分恶劣。老百姓们大哭一场，哭声震天，但城里护军依旧不为所动。几个胆子大点的老百姓看到守军只是拉着弓，赌他们不会射箭，大胆地向前走了几步。别说，守军还真没射。老百姓们胆子又大了点，又向前多走了几步。楚王突然大怒：“你们为何不放箭？”守军：“那我们的百姓啊！”楚王一把夺过弓来，一拉没拉开。65岁被酒色掏空的身体已经拉不开弓了。他又从旁边的护军手里拿过一把弩，对着走在最前面的老百姓一弩射去。噗！一个老百姓应箭而倒，其余的人吓坏了，哇的一声哭喊，拖着那中箭的老百姓向后退去。高家村后勤队看到这一幕，气得眼眶都红了。朱存基，哎，我操！这楚王简直不是人啊！朱玉建也惊了，天下居然有这样的王爷，他不把自己属地的老百姓当成自己的子民吗？两人刚说到这里，船上一直保持着坐姿，已经好几天没动过的天尊突然唰的一下睁开了眼，这人该杀！众人赶紧参见天尊。李道玄派人去把哭喊的老百姓叫回来，离城远点，找个地方聚集。后勤队暂时在这里停留一晚，保护老百姓安全过夜。今天晚上我亲自出手，收拾楚王，帮老百姓们开门。众人吓了一跳，天尊要亲自出手。他们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天空中伸出一只巨手来，将楚王拍死在地。不过这里还没进入李道玄视野呢，想伸手都伸不了。李道玄道：“我本尊正在遨游四海，懒得回来，就用法身去收拾他吧。”法身当然就是指的量产型天尊了。高家村的人都知道天尊的法身有多厉害，既然他要出手了，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派了一艘船过去，在江边大声招呼难民们：“大家回来，我们一起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过夜，大家放心，我们会保护大家的。”老百姓们毫无办法，只好跟着高家村民团的人离开了武昌城，回到上游远处的岸边，在这里露天席地的聚在一起抱团取暖。高家村后勤队荷枪实弹地守在这些难民的身边，给他们提供物资，也能给他们提供保护。当天夜里，月明星稀，此时已经到了崇祯9年的冬天，天寒地冻，江边又多风，寒风一起，吹得老百姓们瑟瑟发抖。高家村后勤队的人赶紧从船上摆下大量的棉衣来，给老弱妇孺们一人一件披上。小孩子没有合适的棉衣，就用大人的棉衣裹起来，一个个的裹得圆圆的。湖北难民们感动得无以复加，这可是棉衣啊，上好的棉衣，一件要5两银子，好心的老爷居然给我们发了这么多，这几百件衣服就得上千两银子。朱存基从人群中穿过，立即被老百姓们围起来，大呼恩公。朱存基老脸都被喊红了，得意的不行。朱玉建却满脸忧愁地看着难民们，心里很难过，不是滋味。有楚王这样的亲戚，让他感觉到面上无光，同时也不由得再次思考起大明朝宗室的问题来。他在人群中转了2圈，天尊不是说天黑之后就去解决楚王，让老百姓们能进城吗？现在天黑了，天尊要如何做？话音刚落，坐着很久没动的天尊甩了甩手脚，站了起来。朱玉建对天尊的本事还不太了解，还真有点好奇，他用这一具法身怎么收拾得了楚王？忍不住就跟在了李道玄身后。李道玄抬步就向着武昌城走了过去，朱玉建远远跟着。两人走了好一会儿，前面就是武昌城了。此时已入夜，但因为流寇随时会来，所以城头上到处都点起了火把、火盆、油灯等东西，将城头照得犹如白昼。城头上驻守着士兵，警惕地看着周围。朱玉建在很远的地方就趴伏在地上，不敢再继续向前。但李道玄还在继续向前走。朱玉建心中暗想，再向前走就进弓箭射程了呀，这样对着城墙走过去，城守兵不可能看不见你的。
果然，前方城墙上的守城兵已经看到了李道玄，有人大声喝问道：“来者何人？”意欲问为。李道玄懒得答话，继续向前走。守城兵，停下，我们要放箭了。李道玄继续走。半夜三更不搭话，直接对着城池走，这属于找死。守城兵也就不多问了，挽弓搭箭，瞄准李道玄，一箭射来。别说，这家伙箭术还不错，噗的一声，箭矢正中李道玄胸口，插在那儿了，箭尾还在微微晃动。朱玉见吓了一跳，但李道玄根本没停，还在继续向前走。守城兵也吓了一跳，赶紧再次挽弓搭箭，再来。噗，又是一箭，李道玄还在向前走。守城兵也看不清他受伤没受伤，大喊起来：“那家伙身上穿着重甲，箭矢不能透，小心了！”城头上的守城兵一下子跑过来了一大群，他们倒是不放箭了，但拉着弓，一脸严肃地看着城下的李道玄。只见李道玄走到了护城河的对面，隔着一条护城河，仰头看着城墙，这城墙还挺高呢。他伸手到自己胸前一拉，打开了一个小小的门，从里面拿出了一个侦察型天尊，巴掌大的小机器人，只有一张脸是李道玄的脸，身体却全是铁架子，看起来很像变形金刚里那小小的霸天虎。这动作要是当着人的面做，得把人吓死。好在城墙上的灯光并不算很亮，守城兵只能看到他似乎在拿什么东西，却看不清他胸口有个洞，不然当真是要吓出人命案的。李道玄用右手抓着侦察型天尊，抡圆了胳膊，猛地一甩，侦察型小天尊就像一块石头被抛飞了起来，呼的一声越过守城兵的头顶，飞过漆黑的夜空，落进了城里。守城兵们一脸懵，他在干嘛？他向城里扔了一个小东西，没看清是什么，黑乎乎的。听落地的声音，那东西不大，似乎是一块铁。守城兵们一阵议论，有人马上跑下城墙，想去找那东西。但是侦察型天尊刚刚在城里落地，李道玄就将共感切换了过来。那小天尊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还发出几声邪恶的嘿嘿笑声，钻进小巷的阴影里，躲在了一块大石头后面。守城兵们下来寻找，却根本找不着。等他们再回到城墙上来时，就看到站在护城河对面的那个奇怪的人转身走了，越走越远，没用多长时间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守城兵们大奇，他究竟是来干嘛的？李道玄走回到营地里，盘膝坐下，然后视角唰的一下，又跳到了侦察型天尊上。小小的侦察型天尊从石头后面爬起来，抖抖手呀抖抖脚，勤做深呼吸，然后游目四顾扫了一圈，心想：楚王府会在哪里呢？这不用想，我朝古城王府什么的都是坐北朝南，往北边找就对了。侦察型天尊穿街过巷，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楚王府。大门口有人守着，但李道玄不需要走门，他随便跳进一条小阴沟，从沟里钻进了王府，再从王府的花园水塘里咕涌了出来。哎呀，沾了点水，也不知道会不会生锈。不过算了，这是小事。李道玄在王府里转悠起来，要找王爷住的房间也不难，对着后院里最豪华、最大气、位置最尊贵的地方找就对了。楚王朱华奎已经65岁，垂垂老朽，睡眠质量并不好。现在已经半夜三更，他却根本睡不着，还在担忧着城外的流寇呢，生怕突然听到喊杀声，说流寇已经进城，那就完蛋大吉。朱华奎对着门口喊了一声：“喂，有人在吗？”门口立即响起了护卫队长的声音：“王爷，属下在。”朱华奎，呼，你在就好，好好守住门口，切莫让奸细混进来害了本王。护卫队长，王爷放心，奸细是根本不可能来。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就看到一个奇怪的小铁人对着自己走了过来。铁人比巴掌大不了多少，只有脑袋看起来像个人，有一张小小的人脸，但是身体却是铁做的，走起路来全身金属骨骼的每一个弯折都能看得清楚，贼恐怖。护卫队长声音都开始结巴：“你是什么？”嘻，那小铁人咧开嘴鬼笑：“我来收拾王爷。”护卫队长：“啊呀，来人啊，有刺客，奇怪的刺客。”说话间，他已经拔出了刀子，对着地面上的小人呼的一刀斩了下去。但那小人早已经向前一步，穿过了他的脚边。李道玄本来只是个战五渣的都市小废宅，打架能力几乎为零，但是这些年来，他经常用法身来和人打架，打来打去，倒也有点小小的战斗力了。至少不再是战五渣的废宅，现在要升级为战斗宅了。就在他从那人脚边穿过的同时，铮的一声抽出了一把小小的刀子。对于他这个手掌大的人来说，这把刀子可以称得上巨剑，就像《剑锋传奇》的主角手里的剑一样巨大。但是对于护卫队长来说，这就是一把削水果的小刀。李道玄手上巨剑一记横扫，噗的一声砍在了护卫队长的后脚跟上，
这里可是脚筋的位置，一旦被切断，整个脚掌都不能动弹。护卫队长扑通一声摔倒了下来，旁边几名护卫吓得魂都差点飞了。这是什么怪物？天哪，这怪物杀人了！队长，那护卫队长魂都吓飞了，但倒地之后人还是清醒的，虽然一只脚废了，但还是要保命的，生怕那小怪物砍自己脖子或者脸，赶紧一连窜打滚向旁边滚出去。但李道玄根本没追击他，而是挥起巨剑，噗噗两剑又砍在了旁边的2个护卫的脚背上。水果刀扎脚背，那感觉谁试了谁酸爽。2个护卫惨叫着五脚跳起，一只脚跳来跳去。李道玄早已经从他们中间穿了过去，钻进了楚王寝宫。听到外面的声音，楚王早就已经吓得钻进了床底，但是床底这个角度只能躲得过身材高大的人，李道玄这小人的视角却正好将床底的他看了个一清二楚。楚王殿下，躲在床下也没用哦。李道玄面目狰狞地走了过去。楚王吓得魂不附体，你究竟是什么？你是什么鬼东西？你不要过来啊！李道玄咧嘴笑道，我是老百姓的冤魂，我们被你挡在城外，被流寇给杀了，冤魂化成了我，来找你算账来了。啊呀！楚王大吼，快来救本王！谁来救本王？门口的护卫兵们其实是很想来救他的，若是个普通人类刺客来杀楚王，他们舍了命也会来救。但那是妖怪啊，妖怪要杀楚王，他们连来舍命相搏的勇气也没有。人类这东西蛮奇怪的，明明不怕死，但是怕鬼。护卫连一步都不敢靠近过来。李道玄一步一步走到了楚王面前，举起了巨剑，指着瑟瑟发抖的老头，准备受死吧。楚王啊！一声喊，头一歪，不等李道玄动手，他自己吓死了。毕竟岁数大了，不惊吓的吗？李道玄气得冷笑了一声，转身又向外走。护卫队长还坐在门口的地上，用手捂着自己脚后跟的伤处，旁边2个护卫瑟瑟发抖，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李道玄，谁也不敢动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远。侦察小天尊走出一条街之后，也不急着出城，找了个犄角旮旯的地方躲起来，然后一个切线操作，回到了营地里。营地里还能听到老百姓嘤嘤的哭声。李道玄一睁眼，就看到诸葛王禅、朱存基、朱玉建3人都在瞪大了眼看着他。李道玄微笑，已经搞定了，明天一大早让老百姓们再去武昌城，应该能成功入城了。诸葛王禅大喜，好的，属下现在就去通知还没睡的老百姓。他为了让老百姓们早点安心，赶紧在营地里寻找那些晚上睡不着还在嘤嘤哭泣的难民，柔声安慰道，别哭了，不用担心，明天早上再去武昌就能进城了。难民哭道，恩公，您就别安慰我们了，我们知道进不去的。诸葛王禅，放心吧，天尊都能说进去了，就一定能的。难民，天尊是？诸葛王禅随手摸出一本《道玄天尊除魔传》，指着封面道，这位就是天尊，他说了，明天天亮就能进去。难民们啊，这谁敢信啊？诸葛王禅尽心尽力地安慰了难民们半个晚上，然而用处不大，整夜都有人在嘤嘤地哭，这是出于对未来的彷徨，不是简单几句话的安慰就能压得住的。幸运的是，这一晚上流寇没有来袭，没有让本就害怕的老百姓们雪上加霜。第二天大清早，天刚蒙蒙亮，老百姓们就起身了，迫不及待地又一次向着武昌城走去。刚走到城下，就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今天守在城墙上的人，居然没有一个衣甲鲜明的楚王护军。城头上只能看到卫所兵、衙役、民团以及大量自发自觉来参与守城的老百。武昌知府站在城头上，胡须被风吹得直飘扬。一看到大群难民又来了，知府立即大声下令道：“打开城门，放老百姓们进城来。”这一次没有人再来阻止他了。难民们欢呼起来，可以进城了，安全了。他们回过头，对着江心中的高家村后勤队行一个大礼，然后迈开双腿，对着武昌城跑了过去。诸葛王禅也不禁松了口气，好了，他们终于安全了。朱存基，被一个可恶的王爷拖了我们半天时间，真讨厌。朱玉建长长的叹了口气，走吧，咱们继续入川。船队从汉江进入了长江，然后逆流而上，开始入川了。此时的长江航运已经相当发达，船只可以一直通行到重庆市的朝天门码头。只是长江三峡里有几个险要之处，水流锐急，暗礁众多，想要靠翻江是很难逆流而上的。高家村的大量货船刚进三峡不远就卡住了。报告队长，我们的船划不动，不管怎么使力都划不动。水流太急了，在这样的水流下，我们没法逆水行船。诸葛王禅也有点懵，这可咋办？我们的仙船这次也没来，这里都是在汉中府准备的木船，没法对抗这湍急的水流。
朱玉建也皱起了眉头，糟糕透顶，我们还是经验不够。对长江三峡的准备不足，这船若是无法划上去，那咱们的运输队岂不是卡在这里了？诸葛王禅，莫非我们还得去安庆，请石可法借几艘仙家江船来用？但是这一来一回，所费时间也太多了。两人这边愁白了头，但另一边朱存基却在欣赏三峡美景呢。长江三峡，那真的是把江山如画4个字描绘了一个淋漓尽致，看得他大为兴奋。旁边还站着量产型天尊，也一样兴奋地看着三峡风光。李道玄以前在网上看到过长江三峡7天6夜游轮，票价要5000多元呢。现在通过箱子游览三峡原始风光，立省5000多元，这波血赚，郑爽的不要不要的。突然感觉哪里不对，这一片纯美的自然风光里，似乎有个不和谐的要点。朱存基开口道：“大家看，岸边有个人在对我们招手呢。”大伙儿转头一看，果然水流最急的那一段江边站着一个衣衫单薄又破烂，脚上穿着草鞋的男子，一看就是很穷的那种劳动人民。他正对着江面上这一大片船拼命地挥着手：“过来，过来，快点过来！”诸葛王禅靠过去，听听他想说什么。船只缓缓地靠到了岸边，那衣衫破烂的男子看到江面上这么多船，显然非常兴奋，叫道：“老爷们，要请纤夫部，能帮你们把船拉过去哦。”众人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纤夫啊！长江三峡自隋朝开始就一直有纤夫了，这可是古典职业。诸葛王禅大喜，一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这可是好事，赶紧道：“请呀，你们怎么个收费法？”那男子咧开嘴笑，拉一艘小船上去，只要33个铜钱，中型船66铜钱，大型船99个铜钱。你们这船队基本上都是小型船，大多数都是33个铜钱。这个价格一出来，朱存基就吓了一跳，什么33个铜钱？他反应这么大，把那男人也吓坏了。怎么嫌贵了吗？我这收费也不贵啊，咱们要出动10个人来拉一条小船，10个人分33文钱呢，每个人才3文。爷，这价格真的不贵了。朱存基一脸惊愕，我有说贵吗？我是想说好便宜啊。那男人，诸葛王禅脸上露出了古怪的表情，10个人分33文，这价格有点怪啊，多出来的3文是什么情况？那男人有点尴尬的笑了笑，这多出来的3文是我的呀。好吧，这下大伙儿明白了，眼前这货只是个中介，他要抽一份。诸葛王禅正想生气骂人，指责这家伙赚黑心中介钱，李道玄就挡在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摇了摇头，压低声音道：“中介的存在是必要的。”诸葛王禅，哎，他不是趴在纤夫们身上吸血的吗？李道玄摇头，纤夫多数没什么文化，木讷，不擅长与人交流，让他们自己出来接活，他们接不了。中介是弥补他们的缺点，为他们牵线搭桥带来生计的人，有中介他们才有更多的活做。若是以吸血2个字来一竿子打死所有中介，就略显武断了。若是抽成高的中介，就该骂。但这中介的收费也不多，等于一个纤夫的分成，他和纤夫们是一伙的，只是相当于他从事文职，纤夫们从事武职而已。诸葛王禅这才恍然大悟，他对着那人招了招手：“行吧，活儿给你，叫你的人过来拉船吧。”那人大喜，赶紧对着旁边的山石缝里大吼了2声，很快里面就跑出来一大群汉子。此时已是冬天，但这群汉子的衣服全只有单薄的一层。到了江边，这伙人齐齐脱衣，把那件单薄的衣衫也脱下来缠在了腰间，每个人的皮肤都晒得黑黑的，带着一抹古铜色的光芒。有人在用四川话喊着搭绳子咧，接着就有长绳子丢了过来，诸葛王禅赶紧吩咐水兵将长绳子系在船头，那群汉子就将长绳的另一头扛了起来。10人一组，负责一条小船。纤夫的号子喊起来，脚下的草鞋在江边的泥地上一脚一个大坑。那中介没有动手，但却站在一边大声吆喝道：“船上的老爷长好舵，把船靠着江边小心走。”岸上、船上两边的人一起协力，货船终于对抗住了湍急的河水，逆流而上，缓缓地通过了那一段水流最急之处。看到纤夫们沉重的步子，发力时脸上吃力的表情，肩头的皮肤被长绳子勒出的红色印痕，船上的人心里也不禁暗惊，这活真不是人干的。这么辛苦一趟拉上去，只有3文钱的收入，这他娘的！船上的人都在心惊，但那群纤夫却很高兴，拉完一艘船了，赚到了3文钱，能买6个大白馒头，全家人今天的晚饭都有了。而且这个船队好大，几十上百艘的船呢，今天起码能赚上百文钱，好些天都不用挨饿。纤夫们飞快地又沿着江边跑回了原处，又向着江上叫唤：“再来一艘船，再来一艘！”
朱玉建忍不住就开口问道：“你们不累的吗？刚拉完一艘，我看你们累得直喘气儿，怎么马上又来了？”纤夫们咧嘴笑，也说不出来个啥。那中介却道：“像这么大的船队很难见到，他们当然想趁着这个机会多赚点钱了。今天累点也就累点了，总比饿肚子好。”众人默然。朱存基突然开口道：“涨价！”那中介大奇。朱存基说：“我决定了，给他们涨价。”中介！朱存基扯开嗓子，对着那群纤夫大喊起来：“我自掏腰包给你们涨价了，拉一艘小船给你们110文钱，每人分10文。”纤夫们一听这话，顿时大喜。不过只喜了一瞬间，他们的表情马上就慌了，慌得不行的那种，有几个人甚至吓得脸都白了。朱存基大奇：“咋了？你们不高兴吗？”纤夫们怯生生地问道：“老爷，您真的会给钱吗？”朱存基：“噗！一句您真的会给钱吗？差点把朱存基搞破防。他本来是出来涨个工钱装个逼，给自己找点存在感，想收获一波感恩戴德，满足一下自己小小的情感缺陷的，哪知道这些纤夫反而被他给吓着了，还真是始料未及。”朱存基忍不住在船舷边跳着脚叫唤起来：“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几个小钱都要赖账的人，也不看看我是谁，我他娘的是天下地！”朱玉建赶紧从后面跳出来，捂住他的嘴巴，将他拖翻在了甲板上。嘘，瞎嚷嚷什么？想惹麻烦吗？朱存基这才脑子一醒，哎呦！朱玉建这种时候说这种没用的废话，还不如直接给预付款。朱存基恍然大悟，对，还有预付款这一招。他唰的一下跳起来，摸出一锭起码5两重的银子，往岸上一扔。哎，拿好了，先预支5两。纤夫们都不敢去捡那银子，不会是假银子吧？噗！朱存基翻倒在船上，再也爬不起来了。诸葛王禅哈哈大笑，朱存基的群众工作还是做得不够啊！他不明白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苦日子过惯了，真不习惯天下掉馅饼的事情，因为天上从来就没有掉过馅饼啊！他低声吩咐了几个后勤兵，那几个兵跳上岸去，将那5两重的大银子给捡了回来，然后从船舱里拎出了几吊铜钱，重新回到岸上，把这几吊铜钱往那中介手里一摆，道：“钱先压在你们的人这里，你们尽管拉船，拉了多少算多少。”刚才那位，那位大侠说的话是算数的，小船给你们涨到110文一艘，中船220文，大船330文。辛苦大家了，铜钱可做不了价，哪怕是劣质铜钱，也是铜钱，也是能使用的。纤夫们欢呼一声，干劲比刚才更旺了，扛起绳头就是个猛干。心情大好的情况下，不但工作有劲了，甚至有心情唱歌了。一群纤夫一边拉船，一边扯开嗓子吼了起来：“脚蹬石头，喝嗨！手刨沙呀，嗨着！光着身子，嗨哟！往上爬呀，嗨着着！不善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人，就用歌来表达吧。”船上的民团战士看着这一幕，眼睛里不知为啥有了泪花，有人一挽袖子就想往岸上跳，想去帮忙。诸葛王禅却开口道：“坚守好自己的岗位。你手里拿着火铳是为了什么的？跑去拉船虽然能感动自己，但若就在这时候流口沙来，又该怎么办？狼狈不堪地跑回船上拿火铳吗？来不及了怎么办？”后勤兵们只好放下了去帮忙的想法，拿起火铳，警惕地看着两岸的山林。保家卫国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拿枪上战场，有的人在后方搞物资，有的人在运输，有的人在研发。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角色。庞大的船队在纤夫们的努力下穿过了长江三峡，继续向着四川挺进。砰砰砰，火铳声密集地响了起来。云阳县的北城门，大群流寇正疯狂地冲向城墙。驻守在云阳县里的正是高家村入川远征军的总指挥官程旭，他手下4个大将趴地兔、郑狗、高初武、郑大牛都分别率领1000人散到周边各个县城里去了。程旭也只率领了1000人坐镇在云阳。流寇们探明云阳县城里只有1000民团驻守，但带着胆子攻了过来，然后就踢中了程旭这块铁板。一名民团士兵瞄准外面的流寇，砰地开了一枪，一个流寇应声而倒。那民团士兵马一拉枪栓，枪膛里的机扩动了一下，倾斜着推动，枪膛里残留着的火药残渣和燃烧不完全的纸屑被推了出来，接着弹簧新一枚新的子弹推进膛里。士兵再次瞄准外面，一扣扳机，没扣动。啊！纸包弹的残渣又卡住枪膛了。士兵大叫。旁边的小排长怒骂道：“训练时不是有应急预案吗？枪卡住了，你他娘的不会退下去，赶紧处理！在这里吼什么？
士兵乖乖挨了排长的骂，向后退出老远，用熟练的速度将枪膛打开，解决卡住的问题。而他旁边的队友则迅速地填上了他离开之后的空位。栓动步枪加纸包弹，卡壳的概率还真不小。但是只要有几百把枪没卡，那火力也恐怖的可以横扫冷兵器的部队了。城外的流寇被打得落花流水，根本无法靠近云阳县那低矮的城墙，在留下一大堆尸体之后，狼狈不堪地退回了山里。程旭用半秒钟考虑了一下，要不要追进山里去打，结果是不对。1000人搜个屁的山啊，丢里属山里，1000人连个炮都冒不起来。他回过头来看了看城里的情况，眉头不禁深深皱起。云阳县城里全是难民，人头挤着人头，或坐或蹲，挤满了每一个街头巷角。这年头的城池都很小，尤其是县城，一边城墙往往也就2里长，平时倒也不嫌拥挤。因为老百姓们要种田，必然是散布在农村中，不会都跑来县城打挤。但流寇一闹，把老百姓都往县城赶，这小小县城哪里容得下？人头一多，县城粮价飞。程旭除了伸长了脖子等着后勤队来之外，毫无任何办法。程旭，去江边，后勤队到了。他胸前的天尊刺绣突然开口说话了。程旭大喜，来了。天尊亲自来通知，那当然不会假。他赶紧3步并作2步，跑到了云阳县城的南城门上，城门正对着滚滚江水，江上一大片小货船正对着县城驶过来。程旭大喜，后勤队终于跑通了航线了。民团立即在城中叫唤起来，聘用一批码头搬运工，负责搬运粮食，工钱丰厚，有力气的速来哦。难民们正愁没活计呢，这一下活计来了，大群难民蜂拥而至。不一会儿，大量的物资开始搬运上岸来，民团战士们终于可以开始施粥救民了。开县宣抚使冉可正用古怪的表情看着眼前的趴地兔。经过这些天的相处，冉可已经确定了一件事，就是眼前这个家伙的战斗力很强，他手下那群火铳兵简直可称恐怖，流寇根本冲不过来。而且这群火铳兵的兵法素养也不差，将防守城池的各种漏洞堵得死死的，外面的流寇几次想玩阴的都被这群火铳兵防患于未然，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有这个人在，开县可谓稳如泰山。但是那群火铳兵虽然厉害，这个做武将的却喜欢吹牛斗，说话夸大其词，没2句正常能听的话。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武将这么废物，兵也应该能弱才对，但这句话在趴地兔率领的这支军队上居然没能应验，真是奇了个怪了。冉可的脑袋有点小痛，看他现在又开始吹了。趴地兔丝毫没有察觉的对方眼神的异样，还在一脸得意的侃侃而谈。冉将军，不是我吹，我们的新式粮食，土豆、玉米、红薯这3样东西，再加上化肥，只要引进到你们的山寨，我保证你们开县土家族再也不用饿肚子了。冉可很想来一句信你才怪，但出于一个成熟的社会人的基本社会能力，他还是尽量保持着微笑，假装相信了趴地兔的话。哇，这几种新农作物这么厉害，我一定要试试。心里补充一句，名字都没听过的怪东西，只怕很难吃吧。能不能丰收也是个未知数，我才不相信你。趴地兔继续吹道，用不了多久，我的后勤队就会到了，到时候各种好吃的东西、好衣服全都给你们安排上，你们土家族也就不要老躲在山里了，出来溜达溜达，和咱们汉人多交流交流，大家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嘛。冉可脸上挂着笑容，啊，那可真是多谢了。心里却在想，后勤队个鬼啊，这四川地界地形复杂，又加上流寇作乱，大规模运货进来谈何容易。而且天下哪有白送的午餐，你大规模运货进来，然后给我安排上，我信你个鬼。这么喜欢说大话的家伙，冉可这辈子也是第一次碰上，真是头疼的很。正在心里猛烈吐槽呢，开县县令从外面跑了进来，大喜道，兔爷，你的后勤队到了，到了，好多车，好多粮食，哎呦不得了，好多好多。趴地兔唰的一下跳了起来，大笑，哈哈哈哈，终于来了吗？来了就好，走起走起，咱们终于可以在难民们面前嚣张一把了。冉可，哎，真来了。他还真没想到，这个大话精说的话也有兑现的一天。一脸懵逼的跟着开县县令和趴地兔2人走了出去。刚站到南城墙上面，就看到南边的官道上络绎不绝，全是马车、牛车、独轮手推车等等各种车辆。在四川地界运货，独轮手推车才是神器，但这神器运载能力不强，所以稍微多运点东西就会拖出长长的车队。那可真是老长老长了，队伍最前面的独轮车已经在城门口了，队伍后面还在山里没出来呢。冉可呀，
真的是大规模的运输队。兔爷，原来你没骗我。趴地兔，他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先前说的话，这个人一句也没信啊，这就很气了。趴地兔唰的一下跳到了一辆手推车前，问道：“你这车里运的什么？”那后勤兵笑道：“兔爷，我运的玉米。”很好。趴地兔掀开车上的油布，从车里扛了一袋10斤左右重的玉米出来，走到了城墙上，将袋子往冉可和知县两人面前一丢：“看看吧，这就是新农作物之一，名字叫玉米。”冉可小心翼翼地解开了袋口，从里面拿出一个黄澄澄的玉米棒子，拿在手里，左看右看，这是1个穗。趴地兔，没错，1个穗就这么大，嘿嘿嘿。这句话还真是吓了冉可一跳，1个穗就这么大的话，这东西的产量还真是比稻米要厉害了不知道多少倍。趴地兔继续道：“而且这东西不像水稻那么挑地，它可以在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耕种，嘿嘿，没错，说的就是你们这里喀斯特地貌，你们这里种植水稻非常困难，是吧？”冉可啊，什么喀斯特地貌？趴地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反正天尊给我说的，这里的地貌就叫做喀斯特地貌。哎呀，你听不懂就算了，反正就是石头山了。冉可，这东西真的能在石头山上长？趴地免，废话，我骗你做啥？冉可勉强算是相信了这个，但是看着手里这么大一根玉米棒子，他实在忍不住道：“这东西肯定不好吃。”趴地兔，好不好吃，煮一个不就知道了？对了，蒸着吃会更甜，还是蒸吧。冉可和县令两人的好奇心也被激起来了，赶紧安排手下准备了巨大的蒸锅，开蒸。这玩意儿倒也蒸不了多久就会好。长长的运输队都没有进城卸货完毕呢，第一锅就蒸好开锅了。掀开锅的一瞬间，玉米的香味扑鼻而来。冉可只闻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就变了，好香。县令也道，连空气都变香甜了。两人一人拿起一个玉米棒子往嘴里一放，随着两人的嘴每一次蠕动，两人的表情也开始缓缓的变化。好吃，这个真好吃。兔爷，原来你以前说的话都是真的。兔爷，你不是瞎吹的吗？趴地兔，喂，本兔爷所说的话句句属实，从来没有一句虚言，好不好？为什么你们总觉得我在撒谎？冉可哭笑不得地道：“兔爷，你说话时的那个语气、腔调，还有手上的动作，真的很像是在说大话，一看就是那种嘴上没有一句真话，全靠糊弄2个字走江湖的小混混啊！”趴地兔，冉可，不过我现在知道了，免爷你说话算话，是个江湖好汉子，你这个朋友，咱们开县土家族交定了。趴地兔，怎么总觉得高兴不起来？就在高家村锐意进取西南地区的同时，原陕西巡抚练国士在一番长途旅行，再加上一番入职手续办理、找房子、搬迁新居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终于来到了南京户部，正式上班来了。走进户部办公室，练国士马上就感受到了官场同僚们投来的那种又来了一个倒霉蛋的摆烂眼光。练国士团团做了一个罗圈揖：“大家好，在下练国士，今后在这里担任户部左侍郎一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哦，一个正在看书的官员应了一声：“我是右侍郎，咱们一左一右，哼哈二将，今后好好合作。”他说的话倒是中平中正没毛病，但是眼睛还在看着手上的书本，连眉头都没扬一下，显然注意力完全不在练国士身上。练国士偷偷瞥了一眼那人手上的书名，封面上印着拍案惊奇，这是最近10年才火起来的自话文小说呢。上班时间看小说，这居然是长右侍郎干的事。练国士很想吐个槽，马上就听到不远处一张桌子后面有人招呼他：“我是户部尚书练大人，久仰大名啊！虽然你是左侍郎，我是尚书，但我们不要搞那些上下级的俗礼了，咱们哥俩好啊，一起玩啊！”练国士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大奇，赶紧绕过挡在中间的桌子，向后面一瞥，只见一个没穿官服，而是穿着道袍的人正在地面上抚开了一张巨大的纸，他正趴在地纸上拿着笔画画呢。上班时间画画，这就是堂堂户部尚书干的事。再扫了一眼别的官员，或写字，或画画，或看小说，或哼着曲儿，喝茶。练国士早就听说南京6部是用来养老的部，如今亲眼见到，才算是知道了这里是个什么样子的风气。练国士，各位，咱们户部这么清闲的吗？户部尚书乐呵呵的又在纸上画了一笔，似乎对自己的话非常满意，头也不抬地道：“也没啥事可管啊，练大人，你新来乍到，肯定是有点拼劲。这个可以理解，当年我来户部任尚书时，可比你兴奋多了。但是，哎呀，实在找不到啥事可做。你要不信，尽管去试，有什么想做的事，你可随便做，反正咱们也不会妨碍你的。”
练国士，想做什么尽管做事吧。这话可是你们说的。练国士嘿地笑了一声，翻看起了户部的资料。很快他就发现了资料里有和高家村相关的东西。南汇方城附近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市场，被户部记录为南汇嘴海商市场。现在那地方已经慢慢的成为了南北交汇的一个重要之处。从黄河、长江两江运出来的内陆商品与从海上过来的贸易品在这里大量的汇聚。大明人、西洋人、南洋人都在这里交易，正在悄无声息地追赶着泉州港呢。不过南汇嘴并不是建港口码头的好地方，那里的海岸线不是那种天然良港，海水很浅，容易搁浅。商人们正在寻找着更适合泊船的地方。练国士翻看了一番资料，心中早已经胸有成竹。所谓商人们其实就是高家村的人吧，他们想要找一个好点的良港。因为舟山定海港是作为军港来开发的，那当然就还需要一个商业港，这个商业港选在上海，明显比选在舟山岛更好。哼哼，我来到这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帮天尊他老人家弄出来一个像样的贸易港，让高家村的船、西洋人的船、南洋人的船能在这里方便的靠港交易。用天尊的话来说，我们要学会割洋韭菜。好，想干就干。练国士将那份关于南汇嘴的资料拿走，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这样就不会被别的官员注意到了。不过好像让这群废物注意到了也没关系，根本就没人想管的嘛。练国士突然发现和一群废物一起工作也好，没人会来拖自己后腿，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干呢。黄浦江、上海港、大明水师营寨，苏松兵被崔卫华正在检视着自己的舰队。没错，舰队。几年前，崔卫华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兵力是民兵402名，浙兵400名，水兵1003名，福建苍山船7只，沙船30只，江船5只，虎船16只。他这一堆船里，只有苍山船稍稍大点，算是像样的战船，另外的全是小的不能看的破船，战斗力弱得可怜。但是现在他清点着，就感觉哪里不对了。容客船20艘，朱印船18艘，这都是不比他苍山船小的大船。另外还有各种小货船、武装商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总数达200之多。这已经可以叫做超级大舰队了。崔卫华抠了抠自己的头，我有这么多船了？什么时候有的？部下汇报道，某年某月某日，史可法大人的手下送您了5艘来自黄梅水贼的小船。某年某月某日，皇商铁鸟飞赠您从海盗那里俘虏来的容客船4艘。某年某月某日，皇商铁鸟飞赠您从倭国海贼那里俘虏来的朱印船5艘。崔卫华平时也没数，收到赠送来的船就开心心的吩咐水兵们接手操练，但是现在来整体数一数，才发现情况不太对劲了。崔卫华，这么多船，我们养得起吗？部下抹了一把汗水，崔大人，属下正想和您谈这事儿，船太多，我们快要养不活了。我们的水兵也就那么多，船一变多了，每艘船上都得派发水兵，使得我们的水兵数量大大的不够。此外，每一艘船送来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进行修补和整理，也要花不少的钱。再来，我们每过一段时间要清除船底贴着的藤壶等物。以前船少，水兵们随便弄弄就解决了，现在船太多了，我们简直清理不过来，有几艘船上已经爬满了藤壶。崔卫华，这他喵的！他话音刚落，就有一个部下跑过来，大声道：报，新任户部左侍郎练国士来了，说要来考察一下海边的情况。听到练国士3个字，崔卫华就叹了口气，这个练国士还是来了呀。这人还挺有名的，名臣练子宁的8世孙。部下道：啊，来了个这么厉害的人吗？这么厉害是怎么调到南京六部来的呀？人人都知道南京六部是养老的地方，崔卫华的部下也不例外。崔卫华道：我听说这个叫练国士的，在出任陕西巡抚的3年时间里，一次都没正正经经的交上过足额的税。部下吓了一跳，一次也没有。崔卫华点头，虽然天启末年陕西大旱，但是最近这些年没有听说陕西还大旱过。旱灾已经跑到山西和河南了，这个叫练国士的巡抚在没有旱灾的情况下还收不上足额的税，我想他大约是个庸才，或者是很不勤政的官员吧。皇上想要给干掉了闯王的孙传庭升官，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就找到了这个叫练国士的巡抚身上。部下这才懂了，难怪会被调来南京六部养老。崔卫华振了振精神，走吧，去应付了一下他应该也就是新官上任来做样子，看一圈就走了。崔卫华带着一群部下来到了营外，给练国士敷衍的行了一个礼，反正大家都装样子嘛。练大人，不知道大驾光临，有何贵干？练国士，我是来看看水师营地的地理位置的。崔卫华大奇，看这个做啥？练国士，你们这水师营地旁边的黄浦江，
好像不浅啊，我看到有很大的船只在这里停泊着。一说到这里，崔卫华倒是来了劲，笑道：“是的，永乐年间，户部尚书下元吉治水苏松，将苏州河与黄浦江接通，苏州河成为了黄浦江的支流，使得黄浦江水量大增，极大的改善了黄浦江的航运条件。它虽然只是一条江，但却可以停靠巨大的海船，甚至比一些海边的港口还要好。下官才选了这个地方来做水师营寨。您看，咱们水师现在规模多大？这片全都是咱们的船。”练国士左看看，右看看，在前看看，把周边全都看了一大圈，点头道：“实在是好地方，好地方啊！”崔卫华陪着傻笑，正笑得开心呢，突然听到练国士话锋一转：“这么好的地方，拿来做水师营寨多浪费啊！反正水师现在也用不上了，这个地方干脆拿来做个商贸码头吧。”什么？崔卫华大吃一惊，用不上了4个字，从何说起？练国士道：“不然，崔大人觉得自己有啥用？能北击倭国，南击弗朗机？”崔卫华，练国士神秘一笑：“据本官所知，崔大人这一片船只都不是自己俘虏来的吧？是别人赠送的。”崔卫华遭到1万点暴击，捂着胸口，噔噔噔连退了好几步。练国士，这么好的地方呢，海上的船可以一直驶到内河里来，在这里卸货，可比在南汇嘴卸货方便多了，可以更方便的运到苏州和南京。同样的道理，苏州和南京的货物也能更方便的运到这里。崔卫华，练大人，你，练国士，我看这样吧，你换个更舒服点的地方去建水寨，我想想。崇明岛如何？崔卫华，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崔卫华怒，虽然他官位比练国士低，但被人这样欺负也是不行的，深吸一口气，准备开骂了，大不了搬出所有官场上的朋友、同乡、同学、恩师一起来帮忙大战一场。对了，可以请石可法来帮自己，听说石可法干得很好，已经快要升为安卢巡抚了。自己有一个巡抚朋友撑腰，还怕你一个区南京6部的养老户部左侍郎。他正准备跳起来开骂，就听到练国士道：“等这里改成商贸码头之后，我打算向帆船抽2份税，而本地商人抽1成税。要把商贸搞好了，税收必然大涨，咱手里钱多了，就能多给你发一些军费了。”崔卫华的情绪瞬间压住：“什么？能涨军费？这事儿你做得了主吗？”练国士，户部现在没人管事，就本官一个在人管，本官做得了主的。崔卫华，不向京城交差吗？练国士，地方的钱地方自己花嘛，干嘛送去京城给大老爷们摊掉？崔卫华，我擦，难怪你巡抚陕西3年没有一次交足过税，原来你把税都节流下来给地方用了。这行为可以说是丧心病狂，杀头都不过分。你在陕西这么搞，害得自己堂堂巡抚被弄来了南京6部养老，结果你到了南京还要这么搞吗？崔卫华也是服气的，但是他听到那句干嘛给京城的大老爷摊，却感觉一下子击中了自己的心窝。对啊，地方上收点税上来多难，逼得老百姓们拼命造反。但这些钱运去京城，马上就被京城的大老爷们你贪一嘴我贪一嘴，瓜分的没剩下几两。京官们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地方上却连军饷都发不出来，那还不如留下来呢。我的水师大舰队正缺钱维护保养。崔卫华居然在这一瞬间觉得练国士是个好人了。练国士眨眨眼：“崔大人，咱们就这样说好了，你这上海港就让给我来搞民事吧。”崔卫华虽然管着舰队，但他其实也是个文官，并不是武官。要谈这个，他肚子里也是有墨水的。练大人，你是打算把南汇嘴市场搬过来？练国士点头。南汇嘴挂在半岛尖角，陆路运输不便，迁到这黄浦江边来，变成内河港口，搬运货物那可方便太多。这话崔卫华是认可的，他压低声道：“但是就怕那些西洋人、南洋人什么的不愿意来这内河港里交易。他们在海上也惯了，进入内河港，他们只怕会有顾虑，怕被关起门来打狗。”练国士笑了：“只要我们有足够优秀的商品，再大的风险，他们也是愿意来的。”崔卫华有理。练国士：“崔大人啊，刚才我说话虽然难听，但你也不妨仔细想想，皇上的巨船来了之后，你手里这一堆小木船，今后用来打海仗还有多大的用处呢？”崔卫华：“练国士，让你这支水师船队转变为黄浦江操江水师吧，今后就由他们来维护黄浦江上的安宁，保护海上来的商人们能在这里正常的交易，维护好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才能吸引来更多的西洋商人割一个西洋的韭菜。”练国士抢了崔卫华的水寨，立即开始了招商引资。
这一招当然是从天尊那里学来的。当初天尊在西安搞官乡，就用了招商引资这一招。先在西安东城门外建起一片棚屋，然后吸引商人们入住棚屋，一下子就把官乡给搞火了。练国士现在只需要照搬政策即可。先在江边等来一艘从高家村到安庆府的货运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船上的人，叫他们回去通知本村调配物资给自己。本村那边接到消息，当然是马上就举双手双脚赞成。这个港口建好的话，有利于高家村的货船运作，也有利于天尊提出的海洋战略4个阶段目标的推进，必须要全力支持。很快，一大波物资以练国士家财的方式运送到了南京，交到了练国士的手上，甚至还来了好几个初中生毕业生，一群蓝帽子给他做帮手。上海港就这样开始了初期建设。后勤队的到来让程旭精神一振，现在可以继续深入四川了。在前来带路的白杆兵引导下，程旭率领的1000人沿着长江继续向上游前进。很快，队伍过了万州，这里也被流寇闹腾过，但它是一个州城，防御力比县城强得多，倒是没有被流寇攻破。知州率领着一群卫所兵和民团守在城墙上，见到江上来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上面还有拿着火铳的士兵，吓得赶紧关上城门，把警钟敲得咣咣的响。带路的白杆兵赶紧跑到城下，大声叫道：“知州大人莫怕，这支军队是咱们石柱白杆兵的人。”这样一喊，知州才总算松了口气，原来是白杆兵的人啊！你们白杆兵标志性的白杆枪呢？怎么现在改用火铳了？白杆兵大人，时代变了。好吧，时代也许真的变了吧。知州也就不一惊一乍的了。程旭军顺利地通过了万州，又继续沿江而前，很快又到了中州，在这里就要弃船不行了，上了岸，向着南方的山林里一路艰难跋涉。走了许久，前方出现一座奇怪的石头山，一根石柱子冲天起，高耸入云。石柱到了，秦良玉和点灯子赵胜早已经在万寿山脚下等着。见到程旭来了，赵胜也颇为欣喜，赶紧向秦良玉介绍道：“秦将军，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高家村的民团总教习，叫做何九。”秦良玉抱了抱拳，眼光从程旭身上扫过，只一眼就感觉这个人并不是野路子，看他言行举止，明显是混过体制的。再看他黑金蒙面，多多少少猜到了，这人应该是朝廷被贬的武官，隐姓埋名出来做事，错不了的。再看他身后的1000名高家村民团主力，秦良玉就不禁倒抽一口川北凉粉。这群士兵不得了，一个个精神饱满，气势夺人，装备也极为精良，不光个个都捧着一把造型奇特的长火铳，而且每个人都穿着铠甲。只是他们不想太过张扬，所以铠甲外面还穿了布袍子，有点像那啥关二爷。关二爷就喜欢在铠甲外面再披个布袍子。一眼扫过之后，秦良玉已经心中有数。何教习，你这支民团可不得了啊！程旭，过奖过奖，都是为老百姓服务而已，算不上什么。秦良玉，听说这样的民团入川了5000，你身边只带了1000，还有4000现在散于川北各个县城。程旭点头，流寇四处奋兵乱打，我的人自然也要奋兵以抗，分别由另外4员大将率领，每人率1000人，负责防守一个县城或者州城，再辐射周围一片地方。秦良玉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样是很好的安排，但马上又叹了口气道：“这样一来，你的人能护得住大约10几个城池，但这样也不够啊！四川那么大，只护住10几个城池，哪里够？”程旭点头，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现在我们努力在做的是搞好群众工作，发挥当地土司的积极性，只要能把各族土司兵调动起来，要对抗贼军就容易多了。秦良玉。与此同时，开县宣抚使冉可的老家巴山大峡谷8人山寨中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迎宾典礼。大群土家族的年轻男女围成一个大圈，跳着牵手舞。趴地兔被围在中间，不时有美丽的土家族姑娘旋转着跳到他的面前来，往他嘴里喂一杯酒。不过这酒有点淡就是了。没啥酒味啊。趴地兔平时喝惯了天尊赐下的52度五粮液，明朝这个时代的酒在他嘴里都和凉白开差不了太多。一大圈子美女轮流跳舞敬酒，折腾了半个时辰，礼仪搞完，趴地兔面色如常，半点没有喝醉的样子。这倒是让土家族人们吓了一跳，心想此人好厉害的酒量，千杯不醉啊。冉可迎上前来，乐呵呵地笑道：“兔爷，你可真是一条好汉，这么能喝的人，冉某人生平仅见啊。”趴地兔哈哈大笑：“天上的仙酒，本兔爷也能喝半斤，凡间酒是放不倒本兔爷的。冉将军，你这8人山寨还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啊。”冉可心中也有点小得意，是的，我这山寨易守难攻，放眼川北，也只有秦良玉的万寿寨能和我比了。趴地兔左看看右看看，
你这地方绝对适合种土豆、玉米、红薯。本兔爷一眼就看得出来，只要你种上了咱们的新式农作物，明年你全寨上下一个人都不会饿肚子。冉可大喜，那就最好了。若是明年丰收，在下定选些美女送到兔爷府上。兔爷表情一正，说什么呢？要尊重女孩子，哪能把人家当礼物送来送去的？本兔爷才不要美女，只要本地特产来一点点，留个纪念就好了。哈哈哈哈！冉可左思右想，本地特产，咱们这穷地方，这有啥好产的？突然猛地想了什么，对旁边的美女招了招手：“你很擅长织西兰卡普，是吧？”那女子点了点头。把你家里织的最好的西兰卡普拿出来，送给兔爷。那女子赶紧去了，不一会儿就捧了一床漂亮的大被子出来，双手奉到趴地兔面前：“兔爷，这是咱们这里的特产，名字叫做西兰卡普，用汉人的话来说就是土家人的花phủ盖。”趴地兔一看到西兰卡普，心中就大喜。天尊让他来问问土家族有些什么特产，让他发掘能增加土家族人与汉族人文化交流和商业交流的点，现在不就发现了吗？趴地兔伸手接过那床西兰卡普，乐呵呵地道：“小妹子，你这花phủ盖织的真不错呀，用的是粗麻线吗？线缝还挺宽的。”那女子点了点头：“棉线可贵了，咱们用不起，所以都用粗麻线来织铺盖。”呀，我也不会形容，正就是好看。趴地兔虽然是粗麻线织的，但是也相当精美好看呢，因为它用的粗线反而有一种特别的好看。哎，文盲就是这样了，有好看的东西说不出来。讲了好半天之后，趴地兔这才开口道：“看到这个西兰卡普，我突然想和你们做点生意了。”冉可大奇：“做生意？什么生意？”趴地兔：“我们用粮食、化肥一类的东西换你们的西兰卡普吧。”此话一出，冉可不禁愣了愣，围在旁边的土家族姑娘们也愣了愣。西兰卡普虽然好看，但实在是有点土，用的是上部的台面的粗麻线，图案和做工也非常的土。那些喜欢精美、精细、精致的汉人，通常是不太看得起西兰卡普的。所以这西兰卡普都是他们织了，用来自家当铺盖用，所以才叫做土家人的土铺盖呢。没想到这汉人居然愿意拿粮食来换，这和拿金子换铁块有什么区别？趴地兔：“除了这个，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特产呀？”有。一个老人不等冉可开口，就抢答起来：“我们还有水竹凉席，是用水竹编制，特别凉爽，夏天用来睡觉非常舒服。”趴地兔：“这个好，如今北方到处都大旱，夏天热得死人，你们这个什么水竹凉席肯定有人喜欢，咱们也换一些吧。”土家族人们大喜：“我们还有乡绸扇，选用山涧优质凤尾竹、上等丝绸为材料，采用传统削、钻、刮漂、浆等72道手工、手绘、手书工艺精雕细凿而成，连京城的老爷们都喜欢。但是我们这里不产丝绸，丝绸得从江南那边运过来，最近由于战乱，商人们不运丝绸过来了，我们的乡绸扇也没法做了。”趴地兔笑道：“这个简单，小问题一件，我们在江南那边有人罩，运点丝绸过来是小事。我看这样好了，我们去运丝绸来卖给你们，你们做成乡绸扇再卖回给我们，我们再把乡绸扇运去卖给有钱的老爷们。”土家族人们大喜，冉可心里也欢喜，整个山寨富裕起来，他这个做土司的当然也会跟着富裕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兔爷真是太感激你了。趴地兔哈哈笑：“小事一桩，小事小事。”说到这里，他突然话锋一转：“可是现在川中闹贼闹得这么严重，山林里到处躲着贼，咱们的生意短时间也很难跑得起来啊，这可如何是好？万一我们的商队穿过山林送来巴人山寨，半路上被贼子抢了，那就……”哎，冉可听了这话，脸色黑了下来。外面的贼军，他本来是不想管了，哪管外来洪水滔天，只要血没溅到他身上，他都不想掺和。但是趴地兔这番话，让他开始想得远了。如果贼患不除，商旅就不兴。商旅不兴的话，被封锁在巴山里的巴人如何富裕得起来？这个因果关系一旦拎清，有些事就必须得做一做了。冉可沉声道：“兔爷，既然咱们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们也得为了自己的将来考虑了。我决定以开县宣抚使的名义，发起总动员令，动员附近所有山寨共同起兵，将贼寇从这附近的山林里驱赶出去。以前他是没动真格的，所以开县县城都差点失守。但只要他动起真格的来，别说几支贼军了，就算是后来的天下无敌的清军，要想在四川耍横也没那么容易。”很快，巴人山寨的总动员发了出去，周围各个巴山里面的山寨、山村全都开始了总动员，赶走贼寇。我们要做生意，我们要赚钱，我们要富裕起来。巴山大峡谷深处，一支流寇军队
正躲在一个小小的山洞中。他们是被趴地兔的人打败之后逃进巴山大峡谷的。不过逃进山之后，他们倒是一点也没有悔改之心。为首的贼酋哼哼道：“那奇怪的火铳部队虽然厉害，但是进不了山呢。”另一个贼兵道：“就是火铳兵，也就只能在远处耍横。要是进了山，这地形崎岖，到处是沟，他们的射程就毫无用处。被我们近了身，一刀一个，全部捅死。”贼酋嚣张地笑道：“是的，他们不敢进山，那就再厉害也没用。我们只要往山里一躲，他们就没奈何。而我们随时能从山里冲出去打他们，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不怕。”贼兵们喊了几声，给自己打气。就在这时候，远处的树后突然飞出一支箭矢，噗的一声，正中那个我们不怕的贼兵咽喉。那人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了，抓着喉咙上的箭杆，缓缓地倒下。贼兵们大惊：“敌袭！快迎敌！”所有贼兵都抓起兵器跳了起来。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已经被包围了。一大群穿着打扮乱七八糟、没有统一的服装，脚上穿着草鞋、皮肤黝黑的青壮年将他们围在其中。这些青壮年唯一统一的装备是一把奇特的木杆长枪。乍一眼看还以为是白杆兵，但仔细看并不是。他们的枪杆并不是白色的。为首一个将军穿着山纹甲，大声道：“本将军是开县宣抚使冉可，你们这些贼子以为跑进山里就没事了？跟你们讲，你们脚下这片山的名字叫巴山，而我们土家族的祖上名叫巴人。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想在这里和我们捉迷藏，你们还嫩了点。”贼酋怒道：“有没有搞错？我昨天走过的那座山也叫巴山。你们这里的人怎么回事？好好的给山取个名啊！”冉可怒吼道：“杀！”贼军大吃一惊，大群土家族士兵挺起木杆枪杀了过。在巴山里面和本地人玩山地战，流寇明显不是对手。没用多长时间，巴县周围的山区就全部被整肃一清，大股流寇被趴地兔用火铳兵主力击溃。而流寇一旦变成了小股，就只会被本地土家族战士吊起来螺旋抽打，毫无半点还手之力。只用了区半个月的时间，开县周边的环境就变得十分友好了。老百姓们不用再担心有流寇突然跳出来把自己干掉了，不少人开始准备返回自己的村子。但这时候是冬天，回村也种不了田，不少人的家还被流寇烧毁，想回也回不去，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就在这时候，他们突然听到有人在城里吆喝起来：“修路了，招募修路工人，工钱是每天3斤白米，要来的速速到县衙门来报名，晚了就没有位置了哦。”最后一半句太吓人，老百姓们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拔腿就往衙门跑。很快，开县开始了大规模修路的行动。要致富，先修路吗？反正现在是崇祯9年的冬天，农闲时节，流寇又被干掉了，现在不修路赚钱，更待何时？老百姓们踊跃报名，踊跃参加。当时的四川很贫穷，老百姓的贫穷程度与陕西差不了多少，一天3斤自米的工钱太过诱人。这消息很快就飞进各个山村，那些没有逃难到开县来的老百姓们，现在也忍不住下了山，纷纷加入了修路大军中。开县与万州之间本来就有一条不算很好的官道，现在老百姓们要做的就是将这条官道加宽、加粗、平整，让它尽量不要再弯弯绕绕，坡度也不能太陡峭，这样才方便大规模的货物运输。而就在他们向着万州修路的同时，万州也在向着开县修路。除了趴地兔所在的开县之外，郑狗子、高初武、郑大牛3人所在的地方也同时开始了行动。周边数个山寨的土家族宣抚使都被高家村的贸易炮弹给轰服了，各山寨纷纷发动总动员令，大量的土家族士兵团结起来，开始向着流寇发起了主动攻进。躲在山里，这一招只能对付官兵，对付不了本地人啊！你躲在哪个犄角旮旯里躲得开本地人？本地人连地上一条缝都能给你翻出来。高家村民团打硬仗，本地人补刀，完美。流寇在川东北地区失去了立足之地，被不断地向着西边驱赶。高家村民团在一个地方做好群众工作之后，清理完流寇，动员了本地人的积极性，又立即启程，继续向西追赶流寇。与此同时，南汇嘴市场，一个名叫姚新卷的商人刚刚来到了一家羊毛衫铺子面前。姚新卷并不是一个正经商人，他其实是一个黑商，半商半盗的那种。当他穿上商人衣服出来走动时，就叫姚新卷；但当他登上海船，在海上偷偷走私货物时，就叫妖新卷。今天他来到南汇嘴市场，主要就是来买暖的范困牌羊毛衫，这种品质优秀，还加入了少数民族的特殊织工与图案的羊毛衫，现在在沿海城市也流行起来了。
尤其是那些倭国贵族，还挺喜欢这种羊毛衫，毕竟倭国是很冷的嘛，他们本地又不怎么产羊毛，除了一个买字之外，别无他法。姚兴卷打算在南汇嘴采购一大批羊毛衫，运到倭国长崎港，价钱嘛，当然是要翻个几倍的嘛，在那里狠狠地割倭国贵人们一波。正想着美呢，定睛一看，羊毛衫铺子居然正在关门，掌柜正指挥着店伙计将东西打包，准备运走。姚兴卷吓了一大跳，哎呦，掌柜的，你怎么在关门？不在这里开店了吗？掌柜笑着点点头，是呀，这南汇嘴海岸线沙滩太浅，船只靠不过来，在这里经商不便，咱要搬走了。姚兴卷大急，你这搬走了，我以后到哪里进货羊毛衫？掌柜的笑道，你沿着海岸线向长江入海口里走，从黄浦江入海口逆流进去，一路都有指引，很快就能找到新的市场了。姚兴卷大奇，市场搬到内河港口，那河能进得了咱们的海船吗？能的。掌柜笑道，黄浦江比这里更方便靠岸，你去了就知道了。姚兴卷，我还去啥黄浦江？你这店还没关完门呢，快给我几大包羊毛衫，我下次回来再去黄浦江。掌柜的笑道，羊毛衫可以现在给你，但你还是去黄浦江上海港看看吧，那是新建的海港呢，南京户部左侍郎花了很大的心血建成，把苏州、南京等地的各种优秀商品全都集合在了那里，比这南汇嘴市场大多了。以前在南汇嘴市场买不到的东西，在上海港新市场那边全都有了哦。听他这么一说，姚兴卷还真是来了点兴趣。购入几大包羊毛衫装上船，然后驾着大船出了南汇嘴，沿着海岸线向北，经过了崇明岛之后，黄浦江的入海口就已经在望了。有趣的是，黄浦江入海口居然一左一右垒起来了两个小小的石头堡垒，堡垒顶上还建了一个很简陋的灯塔。看得出来，这灯塔是临时搞的，还有大量的工人正在灯塔下工作，很明显是要把这两个灯塔弄得更加漂亮好看。临时灯塔上面还挂了长长的布条下来，一边写着欢迎各国商人们前来交易，另一边写着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姚兴卷心里暗想，官府有意思了，居然会这样搞。看来官府那边来了能人啊，知道大力抓海洋贸易了。他的船刚到黄浦江入海口，就见到官府的两艘巡逻船靠了过来，来者何人？姚兴卷还以为自己要被吃拿卡要了，报上名的同时，已经准备好了碎银子用来贿赂水兵，没想到水兵吓了一跳，赶紧推开了他的银子，使不得，新来的左侍郎凶得很，我们要是贪了你一个铜板，回去就死定了。姚兴卷大吃一惊，还有这种事？他忍不住问道，军爷们不收商人的孝敬，生活方面？水兵笑道，左侍郎给我们涨了军饷了，现在我们军饷还挺高，要是收你几个小碎银就丢了饭碗，那才叫不合算呢。快把你的录影拿来看看。好，看完了，进去吧。姚兴卷这次真是服气了，驱船入了黄浦江，一路上都看到河道边挂着横幅，欢迎来到上海，我们努力让每一位商人都在这里获得公平的交易机会，向前行驶50丈之后又转弯，暖的犯困羊毛衫，温暖您整个冬天。别的横幅也就罢了，那暖的犯困的广告横幅着实让姚兴卷吃了一惊，厉害了，这羊毛衫的广告真是厉害，居然和这些官方标语挂在一块儿，难怪他卖得这么好，不得不佩服做老板的。姚兴卷跟着只是路标，一路航行，突然旁边一艘船上有人向他招呼了一声，哟，这不是姚兴卷吗？你这个海盗也跑来学人家正经商人进货？姚兴卷吓了一跳，赶紧转头过去看，就看到了郑氏集团的二当家郑之虎。原来是马二当家。姚兴卷不怕了，反而笑了起来，你们郑家不也一样，商人海盗官兵全都占一份。郑之虎哈哈大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姚兴卷问道，郑家来这里进什么货呀？你们看得上的肯定是好货，带兄弟我一把，我也跟着做做呀。郑之虎，我傻子吗？教你怎么赚钱，你不抢我的生意？姚兴卷，生意哪是一个人做得完的？二当家豪气冲天，教小的一两招，小的一辈子念着二当家的好。郑之虎笑着摇了摇头，行吧，就告诉你也无妨，我是去买酱油的。酱油？姚兴卷大奇，什么酱油？海鲜专用。郑之虎手一甩，一个瓷瓶对着姚兴卷的船上丢了过来，这可把姚兴卷吓了一跳，赶紧用衣服一兜，小心翼翼接住。二当家，你这样丢瓶子摔坏了多可惜。郑之虎哈哈大笑，白水煮虾，然后用这个酱油蘸一蘸试试。姚兴卷现在哪有空去煮什么虾，打开瓶盖，用手指蘸了一点酱油，往嘴里一放，双眼唰的一下亮了。郑之虎，好东西吧？姚兴卷，果然好东西，这玩意在倭国肯定爆卖。郑之虎，是呀，倭国与我们饮食相近，喜食酱油，这东西运到倭国
最少也能翻个3、5倍的价卖。不过我得提醒你啊，倭国的百姓很穷，就那些个大名、将军、武士什么的手里有钱，所以你不要进最低档的货，要进就进那些几两银子一瓶的，用最精美的瓷瓶装的那种。附庸风雅的大名们肯定很喜欢，他们就只买个瓷瓶也是高兴的。姚兴卷抱了抱拳，受教了。两人一边聊着，一边在上海港靠了岸。姚兴卷还是第一次来这里，只见这个市场还真是比南汇嘴市场大了数倍，商品种类之丰富，看得他眼花缭乱。悠悠，你这个是什么？这是来自陕西澄城的刺绣作品。那掌柜乐呵呵地道：“这块马布漂亮吗？用来铺在马背上，好看得很，达官贵人们都喜欢这个。”姚兴卷，我要了。他知道倭国大名们也喜欢装饰自己的马。咦，这个丝绸扇子是什么？掌柜的笑道：“这是才从川中运出来的货，叫做乡绸扇，采用了72道工序制作，精美异常。”姚兴卷大喜，这个我也要了。倭国大名们可喜欢大明朝的丝绸制品了，还有西洋人也喜欢。一个掌柜对着姚兴卷招手：“老兄，看来你是个识货的，来看看这个天上的仙酒哦。”仙酒？姚兴卷乐了，想把我当蠢货糊弄？我才不信你什么仙！他一句话没说完，抿一丁点的53度的酱香科技茅台镇出品的杂牌酱香酒，一瞬间，姚兴卷感觉整个人都被定住了。这是什么酒？香的离谱了。掌柜笑，都说了，仙酒，这是神仙赐下来的，不容易得到哦，我这里也没多少货了。姚兴卷，我操，全部要了。掌柜报了一个价，姚兴卷也没嫌贵，随手付了钱，正在装货，就看到几个西洋人走了过来，他们拼用的明朝翻译，开口对着掌柜道：“你这个仙酒多少钱一瓶？”掌柜报了一个数，姚兴卷一听，不对啊，这货报的价比刚才给我报的明显的高了不少。不过他也不点破，等着那西洋人走了。姚兴卷才瞅着掌柜道：“你这家伙不老实啊，给我报的价和给洋人报的价不一样。我倒是知道看人报价不稀奇，但这个新港口打出来的招牌不是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吗？你这样搞，小心被管事的官驱逐出去。”掌柜微笑：“客官，您这就是冤枉我啦。明人和洋人不同价，这就是本地左侍郎练大人定下来的规矩。”姚兴卷：“咦？”掌柜道：“本市场出售的东西，卖给明人收1成税，卖给洋人收2成税。这个税当然不能由咱们商人来承担了，所以就加在价格里面，让洋人自己付了。”姚兴卷：“咦？我操！也就是说，我刚才付的钱里面有1成是税？”掌链笑：“是呀，不过您不会在意的对吧？这批货就算加了1成税，也是物美价廉，您拿到别的港口一卖，2倍价格都不止，又何必在乎这么点税呢？”姚兴卷：“好吧，这件事忍了忍了。”姚兴卷收获了大量的货物，堆在了的船上，辞别了郑之虎，又沿着黄浦江向着海上驶去。一路上只见到来来往往，全是各种各样的船，岸边还能看到大量的商人在用车马陆运货物，无数的货物在向着上海港汇聚，不得了，当真是不得了啊！以后就来这里进货了，嘿嘿。他的船冲出了黄浦江，进入了大海，然后向着倭国驶去。刚刚离开了大明水师的管理范围，姚兴卷就脱下了身上的商人服，换上了一身劲装，还拿了一个眼罩出来，啪的一声给自己戴上。左腰挂一把火铳，右腰挂起一把弯刀。从现在开始，他不是商人姚兴卷了，而是海盗姚兴卷。长崎港，老子来啦！哈哈哈哈！与此同时，宣府大同总兵王普正在大摆酒宴。从京城归来之后，王普就成了当红人物了。整个宣府大同，所有人都知道了他得到了皇上的亲自召见，亲口对他说了许多勉励的话，并且还说等兵部正常了，就要给王普升官进爵。这还不赶紧来巴结一波？大小官员齐齐到来，天天都在里胡吃海喝。今天是某某参将来请客，明天是某某参将来请客，后天又是某某总兵来请个客。吃的王普现在拉的屎都裹在厚厚的油里面。不过王普这个人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喝水不忘挖井人。他知道自己的功劳是平阳守备王小花和那个不出名的将军马守因为他博来的，所以他也备了2份厚礼，请人送到平阳府。总之，接着奏乐接着舞，一群人正吃得欢喝得爽，外面突然有一个士兵飞也似的跑了进来，急吼道：“将军，各位将军，别吃了，快回营，快啊！新任宣大总督来就任了。”一句话把好几个人吓得酒精都飞了，一阵鸡飞狗跳，武官们飞也似的向着自己的营里跑，用最快速度穿上铠甲，等在了营门口。
很快，一支军容整肃的军队来到了他们的面前。卢象升率领着天雄军来了。原来不久前，卢象升奉命进京擒王，只好舍弃了差点被他围死的流寇们，进京了。但是当他赶到京城时，阿几格的大军已经退了。卢象升擒王擒了个寂寞，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朱由检心里的地位。他可是在剿匪的时候连战连捷，几乎就要把流寇都围死在大别山里的猛人。朱由检对他是很看重的。考虑了一番之后，朱由检还是觉得把卢象升放在自己身边比较近的地方，随时能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于是就将他任命为了新的宣大总督。至于上一任宣大总督杨嗣昌吗？反正他在家丁忧，那就继续丁忧吧。卢象升就这样来了。走到营门口一看，所有武将都脸蛋红红的，醉醺醺的，满身酒身，似乎刚刚还在胡吃海喝。卢象升不禁大怒：军中不准饮酒，你们连这个基本的规矩都不懂吗？武将们只好尴尬地道：没有战事，我们并未出征。哼！卢象升有点小生气，算了，他们进京擒王时也立了功劳，回来吃点好的也是有道理的。他对那位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同总兵比较感兴趣，于是开口问道：大同总兵王普在吗？末将在。王普向前一步。卢象升一看这货也喝得半醉不醒的，也不禁有点哭笑不得。王将军，听说你在京郊几场大战，场场皆胜，打得贱奴哭爹喊娘，立下汗马功劳。王普喝得有点高，一听这话脑子就开始飘，哈哈笑了一声：小事小事一，收拾贱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卢象升将军当时用的战略战术，能否给本官讲一讲？本官也想好好的学习学习。王普大着舌头：哪要什么战略战术，我就往后面一站，不动声色，哈哈，不动。平阳守备王小花就冲上去的，砰砰砰，贱奴打个七零八落，然鹰的骑兵营，他娘的！扑通，王普扑倒在地，睡着了。卢象升这就很离谱。不过他这一番乱七八糟的话里，终究还是透露出了一点线索：王小花的火铳兵。平阳守备王小花这个人看来可以注意一下。想到火铳部队这个东西时，卢象升脑海里突然闪过了商南守备罗西这一行字，他不由得摇了摇头，心想：不至于，不至于。算了，先别管这事了，来做做本官能做的事吧。卢象升走进自己的总督衙门，往椅子上一坐，马上就下达自己的第一个政令：本官准备在湖口开一个马市，联络北方的蒙古人、土默特部落和卡尔喀部落，让他们来马市交易，咱们要从他们手里买马，用来对付清军。本地的官员立即迎上前来，行了一个大礼：卢大人，您这个想法当然是极好的，不过蒙古罪，动静有点古怪，这马市咱们也不知道开不开得起来。卢象升有何古怪？官员道：蒙古名义上的大汗额哲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发布了讨伐檄文，还用上了成吉思汗传来的玉玺宝印。西边的蒙古部落在檄文的号召下，全都团结起来向东用兵攻打贱奴控制的那几个科尔密部落什么的，打的那几个小部落焦头烂额。贱奴出兵帮助科尔密部落，使得北方草原一直在打仗。卢象升啊，还有这等事？本地官员道：就因为这个，蒙古人现在自己也需要大量的战马呢，能卖给咱们的只怕不多。卢象升小小的猛了一阵，这样也好，蒙古人这样牵制着贱奴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他们牵制归牵制，我们也得努力，马市终究是要开的，能从蒙古人手里弄来多少马就弄多少，努力了总比不努力强。本地官员遵命。但是卢象升没好气地道：有啥好但是的？本地官员，但是咱们没钱啊。卢象升，本地官员，王普等人的军饷已经被拖了9个月，手里没钱粮，又如何向蒙古人买马呢？卢象升的脑袋一下子就感觉到痛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总是这样？自己做云阳府治时，云阳一片烂摊子，没钱花；自己到湖广做巡抚时，湖广又一片烂摊子，没钱花。现在来做宣大总督了，还是一片烂摊子，还是没钱花。卢象升只好郁闷无比地道：看来得靠屯田了，有了粮食才能和蒙古人交易。但是屯田也需要钱啊，开荒、买种子、买耕牛、买农具，样样都需要钱。他正说到这里，外面跑进来一个小兵，喜道：报，大黄商铁鸟飞来了，还带来了许多物资。卢象升有点好奇，来了个商人，瞧你高兴的这个样子，这位商人有何特别之处？那小兵喜笑颜开：铁员外每一次来都会给我们带来大量的好东西，吃的穿的都有，比朝廷给的物资都多。朝廷不发军饷，我们现在就靠着铁员外救济着才能过活呢。
卢象升惊了一惊，这商人这么厉害？朝廷养不起的边军，现在是靠一个商人在养，这也忒离谱了。小兵继续道：杨嗣昌大人还在做宣大总督时，大量聘请民工修路、开矿、筑城、练兵，花了很多钱，这些钱也大多是铁员外给的。卢象升又惊了一惊，原来杨嗣昌还在的时候，就已经全靠着这个商人撑腰了。这一下，他对这个商人的兴趣就完全升起来了。不一会儿，铁鸟飞走了进来，一见到卢象升，他就抱了抱拳，笑道：卢大人可真是久仰大名啊。卢象升随口谦虚了一句：本官也没做什么。卢大人谦虚了。铁鸟飞笑呵呵地道：您在做云阳府治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了。您的天雄军那是赫赫威名，而且还勤政爱民，将一个云阳地区管理得井井有条。商人喜欢说好听的话，卢象升倒也不以为意，请铁鸟飞坐下，然后才进入正题。铁员外，听说你以前一直资助边军，上任宣大总督杨嗣昌也是靠你资助才能修路开矿，造福一方。铁鸟飞笑道：每一个大名人都应该为大名出力，在下也没别的本事，就是能赚点小钱，所以就只能出钱了呗。卢象升不由得轻叹，就这出钱一事已是难能可贵。铁鸟飞，卢大人初来乍到，肯定会有一些理想抱负，在推行政策方面，若有什么困难需要用得上在下的，只管开口。他这样说，就是主动要求出钱帮自己了。卢象升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心想：无功不受禄，我和你又不熟，你这一开口就是我可以给你钱的架势，还真是有点让人架不住。你这家伙不会是想要用钱来买通我，今后想利用我帮你做些什么吧？这人情好收不好还呀。他一时犹豫起来，就在这时候，铁鸟飞突然做了一个在胸口拍灰尘的动作，笑道：卢大人，您别不好意思，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他这个拍灰的小动作有点奇，卢象升忍不住就顺着他的动作想看他的胸口，然后他就发现铁鸟飞的胸前刺绣着一个金色的人像，一个仙风道骨的天尊像。这图像好眼熟，在哪里看过？卢象升猛地一醒，商南守备罗西，还有罗西的副手郑狗子、趴地兔等人身上都有，这就是那个神秘的李员外的脸啊。他知道罗西是靠李员外援助的，他管理云阳时也一直是李员外在出资赞助，他才能将云阳治理得有声有色，击退贼军，救济神农架山区附近的老百姓。卢象升有点不敢相信，你是李员外手底下的人？铁鸟飞微笑，所以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呀。卢象升有点小感动，李员外也真是太热心了，资助商南守备罗西，资助云阳老百姓，还出资帮助过我剿匪，原来连边军他也有出钱资助。如此厉害的人，以前居然名不见经传。铁鸟飞道：做这种事还是不要出名的好。这句话让卢象升一醒，也对，做这种事还真是不能出名。既然如此，那本官就却之不恭了。卢象升反正以前也收过李员外的钱，现在再收点也不在乎了，这就叫虱子多了不怕痒。卢象升，本官在来这里上任的路上就想好了，准备在湖口建一个马市，与蒙古人交易战马。另外，本官还打算大规模发展军屯田，让宣府大同的边军能自己养活自己，免得朝廷一发不出军饷，边军就得饿肚子。铁鸟飞微笑，听懂了。卢大人需要一些资金，一方面用来帮助军户们开荒，购买农具、种子、耕牛；另一方面需要一些拿得出手的商品来与蒙古人交换战马。卢象升，正是。铁员外在这方面可有好的提议？铁鸟飞道：军屯这方面简单，农具、种子、耕牛咱们直接从山西那边运过来便是，小事一桩。至于能用来和蒙古人买牛的好东西，我这里也是有的。卢象升，哦。铁鸟飞跑出去，到自己的运输队里找到了一辆大车，从车上捧出一个铁盒子来，把那盒子捧到了卢象升面前，掀开盖子，一股甜甜的香味立即在卢象升鼻尖弥漫开来。卢象升，这是何物？本官感觉它像是蛋饼。铁鸟飞，它叫蛋黄派，蒙古人现在超喜欢这个，完全离不开这个，一天不吃就馋得慌。咱们把这个大量摆在湖口的马市，蒙古人们会很开心的过来交易的。卢象升总感觉哪里怪怪的，但是又说不上来。不过算了，试试先吧。与此同时，山西太原32收拾好了行李，对着山西巡抚吴生行了一个礼：吴大人，山西现在已经搞得井井有条，在下在这里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了，正好天尊召唤在下去四川，这就打算启程过去，今后也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这就叫天各一方。吴生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这个叫32的家伙虽然满语奇怪的成语，经常在讨打的边缘游走，但是办事能力还是很强的，辅佐自己将山西搞得那真叫个好。他也不由得叹道：三管事，你要是走了，
我就得去聘请一个师爷了。但一般的师爷哪有你能干？我还得担心师爷欺上瞒下，贪污受贿。32笑道：在下虽然走了，但跟着在下一起来山西的行政人员并不会全走啊。他们接受过高家村本村的教育，个个都懂得新式的管理办法，有他们帮助吴大人，不会有问题的。这就叫股肱复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吴生也不好挽留了，只好抱了抱拳，希望四川的事情能早日解决。32长长的叹了口气，四川的事儿可不好办，那边小势力众多，复杂的地形又影响了交通与运输，只能慢慢来了。这就叫徐徐图之。吴生，这个不是成语吧？32，咦，不是吗？那我这个就叫张冠李戴。吴生，噗，快滚，立即滚！于是两人明明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伦送我情的深情送别场面，不知道为啥变成了吴生一脚把32踹走的场面。32只能叹一声，终究还是错付了，便踏上了前往四川的旅程。此时山西太原到高家村全线火车已经通车，32坐上火车，呜呜的一阵跑，就来到了平阳府。车子刚刚在平阳府停稳，一大群民团士兵就排着整齐的队列登上了火车来。白水王二也上了车厢，坐在了32的对面。32有点小意见，但马上就明白过来，你要率军去平寇？王二点了点头，我们从京城秦王回来，休息了几天，也休息的差不多了，便主动请缨去参与平寇。但白猫现在有朝廷给的官位，不能乱跑。他进京秦王还说得通，随便乱跑就说不通了，所以他留在平阳府，我来率民团作战。王二这一次带来的又有500民团士兵，而且这还只是一车，接下来几天分好几班车，要陆陆续续总共调过去2500名士兵，整整一个山西独立团。32，你这是打算入川，还是去河南？王二道：河南。原来高家村后勤队入川路上，曾在武昌遭遇8大王部祸乱武昌这件事，李道玄也亲自去掺和了，还吓死了一个楚王。之后李道玄就把视角切回来，找了一找，还有什么可调之兵可以去河南帮忙的。高家村现在在河南也算是投入了重兵。白渊率领着一个非常巨大的主力团守在洛阳附近，那个主力团的老兵有好几千，新征的河南兵则超过1万，兵力强盛。还有曹文照、高杰这2个虽然不算高家村的人，也会帮忙一起作战。但就算如此多的部队，也无法将河南的局面控制住。流寇时聚时散，在河南乡间到处乱窜，根本收拾不下来。因此高家村还得往河南增兵。这一次王二就打算去救一波武昌的，他就顺便护送32一程了。两人乘着火车很快就穿过了山西，回到了高家村本村。在这里火车稍作停留，很快就搬上来了一大堆货物。32和王二都看到，不光是士兵在搬运货物，连天尊都在帮忙。天空中伸下来一只金色的巨手，将后勤兵们已经打包好的货物轻轻拈起，就像拈着一粒芝麻似的，轻轻地放在了火车旁边最近的地方。后勤队就赶紧将它搬上车去，省了从大老远的仓库搬过来的力气。王二也不禁惊叹，发展科技和打仗什么的时候，天尊很少直接帮忙，但是救济老百姓的时候，天尊总是不吝于亲自出手。32点了点头，天尊一方面希望我们自己能解决所有事情，尽量不要依赖于神仙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见不得难民受苦，总是想多救一些人，这就叫心地善良。火车装得满满的，王二带的500兵加上塞得满满的物资，从高家村驶到了西安，然后换乘西汉铁路的火车，又呜呜地向着汉中跑。32也不禁感叹，别看朱存基像个废物一样，但他选择的2条铁路，一条西延线能帮助咱们迅速调兵到北疆，另一条西汉线又能帮助咱们迅速调配物资入川，这就叫歪打正着。王二也许不是歪打，而是他从小学习的知识够多，眼光见识也是有的，所以哪怕他完全没有考虑战略，但他做出来的选择却是最重要的路线。两人小小的感叹了一阵子之后，汉中到了。汉中站台上，瑞王朱长浩又守在了售票亭前，喂喂，今天的火车票卖了多少了？那售票站的工作人员也是服了这个瑞王，堂堂一个亲王啊，每天跑到火车站来问卖了多少票，当真是小家子气得紧。但老板问话又不能不答，只好老实答道：今天卖了78两银子的车票了。什么？才78两？瑞王郁闷，昨天这个时候不是卖了82两了吗？今天的生意从昨天的差。工作人员哭笑不得，每天的票卖多卖少有个浮动，不是很正常吗？这王爷。两人正说到这里，火车又进站了。呜呜的汽笛声中，大火车缓缓停稳。朱长浩3步并着2步，瞬间跳到了火车头边，司机还没来得及下车，
朱长浩就急问道：“西安那边今天卖了多少票？”司机也是天天被他问，早就习惯了，回道：“西安那边今天卖了290两了。”朱长浩大喜，200多辆，哇哈哈，比平时多得多。他一句话说完，马上想起来哪里不对劲。上一次西安那边车票爆卖，是因为大量的物资买了货票，今天居然又这么多，也就是说，那奇怪的原川物资又来了。他赶紧转头看后面的车厢，果然又是那群穿着统一制服的后勤兵，又开始从火车上往下面搬东西了。一筐一筐又一筐，物资像不要钱似的从火车上搬下来，堆在站台上，然后有人过来将他们装上车，准备运到船舶码头。朱长浩一眼就看到了诸葛王禅，正指挥着一群部下搬货呢。军人的感觉大多比常人灵敏，诸葛王禅感应到了有人在看自己，转头向着朱长浩的方向看了过来，然后两人的目光就在半空中交接了。咔嚓一声，目光在半空中擦出了火花。朱长浩大叫一声：“干嘛？我今天可没打算收你的税，你看着我干嘛？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啊！”他一边说，一边向后退，突然砰的一声，后背撞到什么东西，转过头来一看，才发现背后撞到的是一个满脸大胡子的男子，像铁塔一样的好汉，正低头看着他。瑞王撞到的正是白水王二。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这些年来他一直留着满脸的大胡子，再加上高大的身材以及天下第一反贼的气势，让他看起来颇有些吓人。瑞王一看到王二，气势上就矮了3分，噔噔噔又退开了几步。他的护卫赶紧围过来，将瑞王护在其中，用警惕的眼神看着王二。为首的护卫队长甚至手都放在了刀把上。王二重重的哼了一声，懒得理会他们，直接转身就走。那护卫队长这才松了口气，好可怕的家伙，要是真的冲突起来，我们不是他的对手，王爷今天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什么？瑞王吓了一大跳，他敢？我可是亲王。护卫队长低声道，那汉子身上有血腥味，一闻就知道是个无法无天之徒，惹到他了，他才不会管您是不是亲王。瑞王被这句话吓得不轻，有没有搞错？咱们这汉中府无法无天之徒是越来越多了吗？敢打亲王的人，敢杀亲王的人，现在堂而皇之的到处走了吗？还有没有天理了？还有没有王法了？护卫队长哪接得上这句话，只好不说话。但旁边却响起了一个古怪的笑声，天理一直都有，至于王法吗？王爷，您自己仔细想想，王法真的有过。瑞王猛地转过头去一看，就看到了一个中年胖子，穿着一身文士服，看起来似乎有点学问的模样，气质很像一个师爷，不像是穷凶极恶之辈。瑞王松了口气，你又是何人？那中年胖子微笑，在下姓3，名12，职业师爷。瑞王，哦，还真是个师爷。师爷这种小人物，瑞王根本看不上，但这人敢来搭自己的话，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怂，好像也不是小人物。瑞王感觉就更加离谱了，这什么世道？火车上随便下来一个人都没把本王放在眼里了。瑞王，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王法真的有过？你是在看不起大明律吗？32嘿嘿一笑，若是所有人都遵守大明律，那倒也说得上有王法，但是瑞王殿下，您仔细想想，究竟有多少人遵守着大明律呢？你自己可有遵守过？大人物们的有几个守过？哈哈哈！哎呀，我这个2个问题，大约就叫做问道于盲。说完，他转身就走。瑞王愣了一愣，随即大喝道：“大胆！”他正打算叫左右的护卫把32拉回来说话，就见到32快步走到了王二身边，两人并肩走向了码头。护卫们刚刚不敢惹王二，现在一看32和王二起一块，那自然也不敢惹32了，一群人全都僵在那里，难受的一批。瑞王，过分了！这些人一个个的越来越过分了，谁都不把本王当王爷了是吧？护卫压低声：“王爷，自从天启末年流寇起事以来，这天下是越来越乱，各方势力窜来窜去，到处是无法无天之辈。咱们出门在外的时候，还是小心则个。”出门在外？瑞王，这里是汉中，汉中啊！我出门在外个鬼，这里就是我家。他一句话刚刚说完，突然汉中城里响起了警钟声，咣咣咣的敲个不停，整个火车站的人都惊愕地转过头看向城墙的方向。因为火车站是在城墙外的吗？只见汉中城里飞快地冲出一个太监，跑到瑞王面前，吼道：“瑞王殿下，快回城里去，大事不好了，流寇来袭了！”什么？瑞王吓了一大跳，流寇又来了。汉中府在崇祯初年，有一个王大良的人，曾经在汉中起义闹事，当时流寇也曾经到汉中府下来闹过一次，吓得瑞王当时哭爹喊娘的。
现在一听说流寇又来了，瑞王当真是整个人都吓麻，撒腿就往城里跑。火车站里的普通老百姓全都一样，都在往城里跑。但是高家村的后勤兵们可不能跑，他们唰的一下就围到了站台旁边，守住了堆积如山的物资。随着王二和32从山西过来的500民团也唰的一下围了过来。发生了什么？32对着诸葛王禅问道：“这里怎么也会闹流寇？这里可是陕西。”说到最后的陕西2个字时，32的语气说得极重，比他平时恶搞成语时的语气重了不知道多少倍。诸葛王禅也同样懵：“是啊，这里是陕西呢，怎么还会有流寇？我也不太懂。”一伙人都懵，全都一起转头看向离火车站不远的汉中城。这时候汉中城已经开始缓缓地关闭城门了，还在城外的老百姓们拼命地往城里冲，想赶在城门关上之前进城，场面颇有点恐怖。好在汉中知府和汉中总兵赵光远都还算是正常人，并没有把老百姓挡在门外，那城门关到一大半就停下不关了，给外面的老百姓留了个缝儿。大群人蜂拥而入，瑞王和他们护卫们也在人流之中。他跑着跑着，突然脚步一僵，停下来了，转过头看着还停在火车站里的巨大火车，惨哼了一声：“不好了，我的火车还停在车站里呢，流寇会把它抢走的。这辆车花了8万两银子买下来，我占40%的股份，3万2千两呢。我的3万2千两！”旁边的护卫和太监大急：“王爷，现在不是顾那个的时候。”“不，我的3万2千两！”瑞王大哭：“我的钱，我的钱啊！我的本钱都还没有收回来，他一天能给我赚上100两银子，我不能没有他。”众人，护卫队长对旁边的手下使了个眼色，护卫们生拉活拽将瑞王拉进了城里。一个朝廷武官出现在城墙上，对着还站在火车站里没动的高家村诸人大吼道：“你们还站在外面做什么？快进城来啊！我们要关城门了。”王二大声回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武官大喊道：“一部流寇从四川的山林里窜出来，马上就要冲到汉中城下了。”王二和32对视了一眼，眼中都是惊讶之色。原来是四川的流寇钻出来了。好吧，这下明白陕西为什么也会闹流寇了。王二对着城里的武官挥了挥手：“关上城门吧，我们不进来了。”啊？那武官愣了愣，但也没多说什么，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也给城外这群人留了生路，是他们自己不进城，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武官大声下令：“关上城门！”城门的绞盘开始转去，巨大的铁锁拉着城门缓缓关上。瑞王从城头上探出头来，大哭道：“我的大火车，我的钱啊，本钱都还没有收回来。赵总兵呢？知府呢？本地民团呢？为什么没人率军来保护我的大火车？”武官道：“赵总兵在南门那边驻守，那边贼军势大。知府去了西门那边，城里的乡绅们组织的民团在守东门。”瑞王：“所以北门没人管吗？”武官：“您的护军不就在守北门吗？”瑞王：“这就很尴尬。他的护军有个屁用，根本没啥战斗力，他连出城去保护自己的大火车都不敢。他正哭得凶呢，突然发现那一伙穷凶极恶殴打过自己的人还没有进城来，他们还守在火车站台上。”瑞王像是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大声叫喊起来：“啊，你们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本王雇佣你们保护我的大火车，本王出钱，你们开价吧，1000两银子够不够？要不1500两？”他这财迷，这次可是下血本了。王二转向城墙，对着瑞王哼了一声道：“别吵，不需要你出钱，我们也会保护这辆大火车。”瑞王：“咦？哎？咦？”王二不再理会瑞王，转过头来挥手道：“全员做好战斗准备，后勤队，从现在开始，你们临时纳入我的指挥。”诸葛王禅啪的行了一个军礼：“遵命。”王二的眼光在火车站上一扫，准备扫找一些掩体、适合藏人的地方什么的。然而这一眼扫过去，差点没把他气笑。这汉中火车北站建得极为简陋，连收费站都只是一个破草棚，全站里唯一能看的就是大火车和平整的铁轨了，别的真的是极度原始。王二也忍不住转过头来，对着瑞王骂了一句：“死财迷，连个火车站都不肯花钱好好搞一搞。”既然如此，那只好用大火车来做防御掩体了。王二开始安排：“你的排去 DX 号车厢，你的排你 DX 号车厢，你的排把站台上的物资叠起来变成掩体。”一番指挥，很快民团士兵开始拼命地做准备，他们要先拿出自己的武器来，才能去安排的位置。民团的人扑向了货筐，在筐里一抽，拿出一把火铳，很快所有人都武装了起来。
城头上的瑞王看得有点懵，哎，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能打的样子，个个都有火铳埃，神机营都没这么豪华的装备。城里的那个朝廷武官也看得有点懵，外面这群民团，他娘的好厉害的样子，光是这武器装备就不得了，而且还非常的有组织纪律。在王二的分派下，士兵们可谓井井有条，以一排一营一连这样的编制，飞快地占据各个节车厢。还有人搬运着装粮食的大竹筐，将它们并排摆成一排，然后蹲坐在这些竹筐形成的小矮墙后面。没用多长时间，他们就摆出了一个错落有致的防御阵型。龙，瑞王看不懂，但城里的武官、瑞王护军的统领都是看得懂的，不由得暗暗心惊，这里哪里来的郭江猛？很快，南城门那边响起了喊杀声，但是只是喊声大，却并没有听到惨叫声什么的。看来贼军来是来了，但并没有直接攻城。毕竟汉中城也是名城，不是随便一群人一冲就能打下来的。贼军如果攻城兵器准备的不够充足，不会草率攻城，只是喊两声吓唬吓唬守军而已。接着，贼军的呐喊声开始绕着城池旋转起来，东门、西门都响起了吵闹声，但都没有交战的声音。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部贼军绕着汉中城转了半圈，终于来到了北门外。北城紧闭着，贼军是不打算攻的。但是北城门外的火车站却一下子吸引了贼军们的注意力。看，好大一个奇怪的车，这是什么怪东西？好多铁做的，把这东西拆开了搬回去，卖铁也能发财啊！贼军们欢呼一声，对着火车站冲了过来。瑞王大声尖叫：“不要啊，我的钱！”砰砰砰砰，高家村的火铳响了起来。火车的车窗里伸出一排火铳，砰砰砰的一阵乱打，冲在最前面的贼军立即扑倒了一片，后面的吓得魂不附体。接着，地面上的箩筐组成的临时掩体后面也伸出了枪管，砰砰砰砰的紧跟着打了起来。一个庞大的火铳阵地，到处都是错落有致的火力点，火铳东一下西一下，不断的交响。贼军只是一瞬间就被打得懵了，刚刚冲过来时有多嚣张，现在退走就有多狼狈。瑞王看得懵了，城头上的瑞王护军也看懵了，还有本地卫所兵的那个武官也看懵了，老百姓们更是看得激动万分。打得好！哇，好厉害！贼军连毛都摸不到这边，一根就被打退了。只听到贼子们哭爹喊娘的声音又向着城南门那边过。接着，南城门突然响起了真正的喊杀声。汉中总兵赵光远抓到贼军的破绽了，他看到从北门那边撤回来的贼军似乎士气已经崩了，显然是被刚才那一阵古怪的火铳给打崩的。好机会！为做赵律教的儿子，赵光远可不想丢了父亲的威名，一旦抓到机会，那就必然要冲了。南城门大开，赵光远率军冲进了贼阵之中，一阵乱砍。贼军瞬间被他打得七零八落，嗷嗷的一阵怪叫之后，向着南方的山脉撤了过去。吱嘎一声响，北城门也开了。瑞王一马当先，跑在最前面，冲到大火车前，一把抱住了火车头最前面的一个圆形凸起，将自己的脸贴在了火车上，摩擦摩擦，喃喃地道：“啊，我的32000两，你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贼军退走。赵光远率军追杀了贼军老远，但追到山边时却没法再追了，只好鸣金收兵，返回了汉中城来。回城第一件事就是往北城门这边来。北城门发生战斗时，赵光远率军守在南门，所以他并不知道北城门这边发生了什么，只是听到密集的火铳声。然后没过多久，就看到崩溃的贼军主力向着南边退却，给了他击溃贼军最佳的机会。他现在当然要来看看，搞清楚北城门究竟发生了什么。走过来才发现知府大人也过来了，城里的乡绅们也全都过来了，所有人都在好奇那一片火铳声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他们到来的时候，就看到高家村民团正在清理战场，民团士兵将打死的贼寇尸体堆在一起，集中掩埋，而打伤的贼军则得到了他们的救治，给他们简单的涂了点药，扔在一边地上躺着。还有一些没受伤但投降了的贼兵被他们压着，双手抱头，蹲在地上瑟瑟发抖，场面井井有条的让人奇怪。大家伙儿从来没有见过打完了仗之后的清理战场阶段如此井井有条的。一条来讲，不是应该看到一群士兵在敌人的尸体上寻找值钱的东西，或者在战场上捡头盔、捡铠甲、捡刀一类的吗？不少人的眼光扫向了战场上扔着的那些战利品，还真有点想过去捡，但又不敢。赵光远大步走到了王二的面前，眼光扫过旁边忙碌着清扫战场的民团士兵们，眼中露出有点羡慕的光芒，自己手下就没这么训练有素的士兵。他对着王二抱了抱拳，这些是你的兵？王二点头，赵光远，好厉害，你们是哪个将军手下的？
王二不太喜欢和朝廷的人打交道，很不想和这个人说话，但还是耐着性子答了一句：“我们是民团。”赵光远的声音瞬间提高了8度：“你说什么？你称这个为民团？”王二，那不然是什么？贼军？赵光远小小的尴尬了一下：“不，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们很明显不是贼，只是你们的军纪也太好了些，让我有点看不懂的好。”王二，那就别看懂了，反正你们这些官兵军纪败坏，烧杀抢掠，和贼差不多的军纪，当然看不懂正经的民团。赵光远被呛住了：“我才不是那种。”赵光远有气无力地辩解了一句：“王二，我也没兴趣和你讨论这个，还是来谈谈正事吧。”赵光远：“哦，什么正事？”王二转头看向了流寇逃窜的方向：“流寇入陕了，我们得把所有入了陕的流寇都解决掉，绝不能让他们破坏陕西老百姓好不容易才安稳下来的生活。”赵光远瞥了一眼南边茫茫的大山，有点小尴尬。这要怎么解决得掉？那全是山啊！王二瞥了他一眼，知道你没啥用，我们会自己来处理的，你别拖后腿就好。赵光远怒：“你这人怎么说话的？”王二继续无视他，转向了32三管事：“看来我暂时没法去应援武昌了。”32点头：“是的，陕西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必须先清退陕西里面的流寇，不能让他们进入关中平原，这就叫拒敌于千里之外。”说到这里，他皱起眉头来，又向着西南边看了一眼，道：“我们得在汉中构建一道防线，将流寇挡在这里。”王二，我就留在这里负责这件事吧，没法护送三管事了。32点了点头：“我自去四川上任，没事的，我身边还是有后勤队保护，不会有什么事。”两人抱拳为礼，分道扬镳。32带着后勤队乘船下了汉江，向着下游驶去。王二却留了下来，拉过一个手下：“你坐下一班火车，速速返回本村，把发生在汉中这里的事情通知本村的圣女大人和谭管事。”那手下点了点头，应命。王二这才转向汉中知府：“接下来，我的民团可能要在这汉中府旁边驻军一阵子，助你们抵抗贼军。不需要朝廷调派军粮，也不需要你安排兵营，只希望你别派人来骚扰我们就好。”知府转头看向赵光远，赵光远也转头在看他，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同时摇了摇头。这么一支来路古怪，搞不清楚是敌是友的民团，谁敢让他们留在这里啊？万一闹出点什么事儿，知府和赵光远手下的这点兵力根本抵挡不住。知府正想婉拒王二，突然瑞王跳了出来：“好呀，你愿意在这里驻留下来，真是太好了。本王的大火车停在这里，随时会有贼子来抢，真的是太不放心了。你们若是愿意保护他，本王感激万分，哈哈哈，本王真是太感激万分。”知府，赵光远，瑞王，你就驻扎在火车站好不好？晚上帮我看着大火车，千万不要叫贼子们将它偷走了。来，王二，我本来就打算驻扎在火车站附近，这里运输物资比较方便，而且我的后援部队也会通过火车赶瑞王大喜。好的，那这个火车站就交给你了。对了，除了大火车，还有别的东西，也别让贼子抢走了哦。王二大怒，这火车站除了火车还有什么好抢的？连卖票的地方都只搭了个草棚。瑞王委屈巴拉地道：“搭个草棚也是要钱的嘛，起码花了我2两银子呢。”众人，王二一时失语，他可不是一个废话多的人，这种时候就会找不到话说。倒是他身后冒出一个读了几天书的小兵，帮着王二吐槽道：“西汉铁路的大股东秦王世子，要是知道了你把汉中这边的火车站搞成这样，他肯定会找你麻烦的。瑞王他又不能离开西安，他根本看不到。”哈哈哈！阿切！正在游览石柱万寿寨的朱存基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揉了揉鼻子，总觉得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朱玉建，别瞎想东想西的，你看石柱土家族也有西兰卡普，和开县的土家族一样，这里的西兰卡普我们也可以当做商品运出去。朱存基，本王对你说这些不懂了，你自己研究就好。嘿，那边的风景真不错，真漂亮的石柱子。王二率领的500民团在汉中火车北站驻扎了下来。这破火车站什么也没有，就一个草棚子卖票。好在民团自己带着帐篷什么的物品，自己安营扎帐就好。在离火车站不远之处摆下了数百顶帐篷，还围了个简单的寨墙，以防闲杂人等误入兵营区。火车站在经过一阵混乱之后，又重新开始运转起来，老百姓们重新涌入火车站，购买车票，准备搭乘火车前往西安。瑞王朱长浩这时候正在火车站上溜达呢，看着王二的人镇守火车站，他还是不放心，生怕自己的大火车被流寇抢走，一直不肯走。
正溜达着溜达着的，突然听到卖票的草棚那边传来了一阵闹哄哄的声音。转头一看，卖票处排起了好长的队伍。咦，发生了什么？瑞王飞快地跑到了卖票处。那卖票处的人看到瑞王来了，就知道他想问什么，一边卖票一边对瑞王道：“瑞王殿下，下一班火车票卖爆了，目前为止已经卖了150两银子，看后面排这个长队，全部卖完应该能收入250两。”瑞王大喜，本王占4成，就是100两银子的收入，一趟就这么多，厉害了，哈哈哈，发财了！大喜之后，他又有点好奇，怎么下一班火车票突然卖爆呢？正疑惑呢，就听到一个排队的女人正在对着旁边的丈夫低声道：“我们逃到西安去就安全了吗？”她丈夫低声道：“西安是大城，那边的城墙和汉中府比起来不是一个档次的，逃到西安城绝对万无一失，流寇们甚至不敢靠近西安城。”女人这才放下了心，那就太好了。朱长浩这才懂了，原来是流寇来袭，把汉中城里的老百姓吓坏了，老百姓要跑路呢。这一瞬间，朱长浩的心情可谓极度复杂。流寇来了，他的火车能多赚钱，但流寇又有可能把火车抢走。本王该盼他们来，还是不盼他们来呢？稍微想了2秒，还是觉得不要来得好，吓得自己小心肝扑通扑通跳，也是要算钱的嘛。只见火车站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无数人买票逃离汉中。很快，下一班火车票全部卖完，连下下班的票、下班的票也全部卖光。瑞王一开始开心的手舞足蹈，但是稍微过了一阵子，他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糟糕了，老百姓们碰上危险，可以选择逃跑，但是本王逃不掉啊，本王必须留在汉中，糟糕透顶了。火车呜呜地驶向了西安，带着大群躲避战乱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一到西安，立即就将汉中出现流寇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西安府。傍晚，西安城的菜市口仙家大电视机前面，涌动的人头全都一脸严肃地看着屏幕。高一叶那端庄的脸出现在了电视机上，紧急新闻：一支流寇军队出现在了汉中城下，虽然已经被民团击退，但他们并没有远走，只是退进了汉中南边的米仓山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再次进攻汉中，也有可能绕过汉中直抵关中平原。西安老百姓们已经听到不少坊间传闻，早已知道了这个消息，只是不知真假，现在听到新闻联播里播报了，才知道事情属实，整个菜市口哗然。高一叶，请各位老百姓最近这些天小心谨慎，不要在汉中附近溜达。老百姓们，谁敢去溜达呀？汉中府的人都逃到西安来了。高一夜，陕西巡抚孙传庭已经开始动员军队，准备解决这支流寇部队，但本村民团目前同时要照顾北部边境、河南流寇、四川流寇，主力部队都忙得不可开交，能调动多少兵力，暂时还是未知数。一个西安坝煤一厂的煤矿工人突然大吼起来：“主力军团忙不过来，就该咱们后备役民兵出手了！坝煤一厂民兵团申请出战！”他这一吼倒是起了带头作用。旁边唰的一下又跳起来一个工人：“西钢2厂民兵团申请出战！长安汽车厂民兵团申请出战！”菜市口广场一下子闹哄哄的。就在这时候，孙传庭从人群中跳了出来：“安静！你们对着仙家宝镜申请有什么用？这个是录好的视频播放出来的，圣女大人又无法听到你们说的话。”众人，孙传庭，本官会好好安排各工厂民兵团，明天将兵员数量、装备情况罗列在纸上，交到本官的巡抚衙门来，本官会统筹安排你们怎么来打这一仗。众人，吼！汉中北站，狂刺的火车将汉中人不断的送到西安去躲避战火，同一时间也将高家村民团不断的从西安送到汉中。没用多久，王二的2500名部下全部到来，在火车北站外扎下了一个庞大的营寨。看到他的部下越来越多，瑞王自然是欢喜的不行，这下他的大火车不用担心被抢走了。而汉中知府和汉中总兵赵光远看到王二的部下越来越多，心里也不禁有点发懵。这位可不是官兵武官，他手下有这么强大的一支的民团，还真是件稀奇古怪的事情，硬要说起来的话有点犯忌讳。但他是从西安过来的，西安有陕西巡抚孙传庭，人家孙巡抚都没说什么，也轮不到他们一个知府和一个小小的总兵来质疑，两人也就不说啥了。这一天傍晚，知府和总兵两人联袂来到了火车北站，还把瑞王朱长浩也带了过来。三人入了营，坐到了王二的面前。王二见这三人一起来，那肯定是有话要说。三位来我这里，有何贵干？赵光远抱了抱拳：那天被我们击退的流寇，现在藏匿在米仓山中，害得咱们一直提心闹胆的，老百姓也无法安心。周边的农村现在连个农民都看不见，田地扔在那里，没有人敢去耕种。这样闹下去，明年又闹出大饥荒来。瑞王，
是啊是啊，大饥荒可不好。天启7年大饥荒，本王花了7000两银子救灾，才把这汉中府周围的饥民给安抚了下去。本王可不想再花这么多钱了。王两对着瑞王翻了翻白眼，但是这一次白眼里倒是稍稍少了一点点厌恶感。天启7年正是白水王二杀官造反的那一年啊，陕西大旱，民不聊生。王二还记得自己造反的原因是澄城县令张耀彩摧苛甚酷，完全不把饥民当人看。他还记得自己当时跑去高家村偷水，结果天尊赐给他一座面粉小山，开开心心担着面粉回村，就听到乡亲们的种粮被抢了，当时就总官一怒。现在想起来真是不胜唏嘘。没想到汉中这边这个死财迷瑞王居然拿了7000两银子出来救灾，这还真是让他始料未及。死财迷的形象一下子高大了起来。王二忍不住奇道：你这么爱钱的人，居然会舍得拿钱出来花？瑞王，瞧你说的，本王虽然总是在绞尽脑汁的赚钱，但那就是为了花钱时能大方呀。赚钱时拼命点，花钱时才能嚣张点呀。王二，瑞王，赚钱时不积极，安贫守道，偷懒不干活，不绞尽脑汁去赚每一个铜板；花钱时紧巴巴的，这个也舍不得花，那个也舍不得花，那种废渣，本王才不屑于做。李道玄刚刚好供赶到王二胸前的刺绣上，就听到了这句话，顿时感觉自己心窝被捅了一刀。妈的，你这瑞王，一小子就瞄着老子在说是吧？造你哦！这时候，汉中总兵赵光远开口道：本将军与知府大人、瑞王殿下商量了一下，不能对躲在米仓山里的流寇不闻不问，我们决定派军搜山，将这一支流寇彻底剿灭。王二听到这里，才算是明白了他们为啥要来找自己。你们是想我的民团和你们一起行动，共同搜山？是的，赵光远，米仓山占地面积不小，山林幽深，沟壑纵横，我们几个的兵力不够，想请你也出手帮忙。王二冷哼了一声，不需要你们说，我也会去搜山的。赵光远三人大喜，如果王二不愿意出手，就他们3个那点兵，还真不敢进山去找流寇的麻烦。就在这时候，王二又补充一句道：我去搜山就够了，不需要你们出手，你们只会越帮越忙。知府、赵光远、瑞王3人气氛有点僵。赵光远道：米仓山可不小，你手下就2500人，怎么搜得了山？还是得我们几个人通力合作，各率一支军队，拉开包围网。不用了。王二道：你们这点人也帮不上什么忙，我自有办法招来人手帮忙。赵光远有点小生气：喂，知府赶紧出来当和事佬，那个，这位教习，你也别这样，将军手底下的士兵还是很厉害的。王二语气硬邦邦的：我有的是人手，不需要你那点人。赵光远怒，看不起人也得有个限度。他堂堂一个总兵，而且还是名将赵帅教之子，被一个小小民团教习这样看不起，当真是气得想要掀桌子了。正在这时候，呜，一声火车汽笛声响起，大火车狂吃狂吃的又来了。民团的营寨扎得离铁路不远，那火车从营寨旁边驶过，车窗里突然伸出许多只手来，对着营寨不停地挥舞。我们来了，民团，我们来了，民兵来了，我们来帮你们来了。火车上的每一个窗口都有人在叫喊。满满一火车装了1000多人，全是后备役的民兵。车子刚刚一停稳，这些人就飞快地往车下跳。他们的军纪比正经的民团要差得多，跳下火车之后也不整队，而是一大堆人轰的一声就涌到了营寨的大门口，对着门口的守口啪的行了一个不标准的军礼。接着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自报家门了。大梅1场民兵团前来报道，西冈2场民兵团前来报道，西冈3场民兵团奉孙传庭之命前来支援前线。赵光远这边正发怒呢，扭头一看，就看到外面又增兵了1000多，不由得惊愕地张大了嘴。他赶紧从营里跑出来，站到门口，对着那群民兵问道：你们刚才说是谁派你们来的？陕西巡抚孙传庭。赵光远，巡抚大人派来的民团，那应该调给我这个汉中总兵指挥啊。不，我们奉命归于王教习的麾下，听他指挥。赵光远，为什么？我是总兵，名将之后，我兵法娴熟，为什么调兵来不交给我，却交给一个民团教习？民兵们才不理会他的吐槽，而是继续七嘴八舌的自报家门。有人还在喊：火车快回西安去，还有好多人等着你运呢。有一个民兵看到王二出来了，赶紧向他汇报：王教习，长安汽车厂的民团也过来了，他们没有乘火车，而是搭乘他们厂子的产品过来的。王二大喜：是吗？那挺好，那些车运完兵之后，还能转为后勤运输使用。赵光远听得一脸懵，什么东东？不过半天时间之后，
他终于明白了。西北边的水泥公路上出现在了大量的公交太阳车和蒸汽汽车，它们比火车小得多，运载力也弱得多，一辆车只能装10几人或者几十人，但它们数量多呀，不像大火车只有1辆。蒸汽汽车和公交太阳车哗啦啦地冲过来上百辆，每辆车都丢下10几个到几十人不等，一下子又多出来了1000多人。这还显然没结束，大火车又跑第二趟，汽车们也重新跑第二趟。就这样，兵员在不断的增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后来，以王二的营寨为中心扩展开来的临时营寨，足足占了方圆几里宽广。汉中知府赵光远、瑞王3人看得整个人都懵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规模的民团动员，而且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规模的兵员运输。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一仗自己根本插不了手了，就凭他们手里那点兵员，给眼前这支庞大的民团打下手都不够用。2日后，王二站在了数万大军前面，扯开嗓子大声叫道：“诸位，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连民兵团也要大量动员吗？”数万人齐声回应：“知道。”这里是陕西。王二大声道：“没错，这里是陕西，这里是流寇之乱最先爆发的地方，这里的老百姓已经经受了太多的痛苦，我们不能再让老百姓再经历第二次。”数万人齐声回应：“不能，不能。”王二，而且这里还是最重要的天尊解放区，是我们的后方重地，绝不允许有任何流寇进入陕西地界。众人，不允许，不允许。王二，好，既然大家都这么有干劲，那我们立即出发。庞大的军队开始移动起来，向着南方的山脉前进。赵光远、知府、瑞王3人站在汉中府的城墙上，向民团和民兵团挥着手送别。3人的表情都怪怪的。一开始，王二之带来了500人，他们3个还没什么感觉，但后来2500人，他们就已经吓到了。但现在眼前密密麻麻，全都是王二的人，他们吓爆表了，反而感觉不害怕了，甚至有点兴奋。原来孙传庭随时能拉出这么大规模的民团，那陕西还有什么贼寇打得进来？与此同时，米仓山深处，风洞岩，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山洞，每当山里起风的时候，风会在山洞里回旋，穿过洞里的岩石，发出呜呜奇怪的声音，因此这个地方就名叫风洞岩了。此时的风洞岩里藏着一支庞大的贼军部队，总人数超过1万人。领军的贼酋名叫米闯将。史实人物：米闯将本来名叫米将，上一任闯王死去之后，闯将升级为了闯王，绰号空出来了，于是米将也给自己升了一级，变成了第2代闯将，这就叫薪火相传。为了与上一任闯将区分开来，他保留了自己的米字，成为了米闯将。米闯将也是出生于延安地区的流寇，崇祯初年就起了义，随着王家印南北转战，几经波折，也算是老寇了。不久前，他随新闯王入川，在四川大闹了一阵之后，迷路了。蜀中群山真不是吹牛比的，进去容易出来难。在山里迷路了好些天之后，米闯将做了一个决定，不顾一切向北走。反正我管你这山怎么个崎岖难行，蜿蜒盘旋，我只管在太阳的指引下向北方前进。北方要是挡着一座山，我就翻过这座山；北方要是挡着一条河，我就游过这条河。只要我笔直的向北，就不会迷路。别说他这一招还真有用，一番误打误撞之后，他钻出了蜀中群山，又翻过了米仓山，进入了汉中地界。看到汉中城的那一瞬间，米闯将欣喜若狂，我回来了，我回到陕西了，哈哈，我回到家乡了，兄弟们，攻下汉中，冲啊！然后他挨打了，在汉中火车北站被王二的火铳兵一通暴打，然后又被赵光远率军追击，一路又把他揍回了米仓山里。现在他蹲在米仓山的风洞眼里，满心不是滋味。一名部下凑了过来：“大哥，咱们现在该怎么办？”米闯将，我想想，仔细想想。许，我们应该绕过汉中府，进入关中平原，那边应该能抢到不少粮食。他正说到这里，一个斥候狼狈不堪地跑了进来，大吼道：“大哥，大事不好了！汉中军向着米仓山过来了，摆明是要搜山抓咱们。”米闯将，啥？搜山？说什么笑话？老子自崇祯初年起事之后，纵横天下10载，从没见过官府正正经经搜过什么山。斥候，真的呀？他们真的来搜山了？米闯将哈哈大笑：“这米仓山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几千官兵就能进来搜的，几千人撒进来，水花都翻不起来半个。”斥候脸都白了，不是几千，是数万，具体有多少万属下看不出来，只知道放眼一看，全是人，全都是人啊！
什么？米闯将吓了一跳，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转眼间弄出来几万官兵？之后属下也不懂，只知道好多人，全是人。米闯将赶紧跟在斥候后面，向着米仓山北坡跑。到了坡顶，向北方一看，果然山脚下已经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摆出了一副要上山搜索的模样。那人数太可怕，密密麻麻，全是人头。米闯将猛了一猛，有没有搞错？以前都是咱们比官兵人数多好多倍，怎么现在官兵人数比咱们多几倍了？这还怎么打？他的部下们个个吓得瑟瑟发抖，这可如何是好？米闯将，不要慌，稳住！根本不用慌，他们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米仓山如此险峻，到处都可以藏人，我们要不是笔直对着北方走，我们也会迷路。他们进山来不也一样迷路吗？根本摸不清东南西北，不要怕。他话音刚落，就见到山脚下的官兵阵营中缓缓地升起来了一个巨大的球形物体，那球下面还挂了个吊篮，吊篮里有人，还有一个火盆在烧，很像一个巨大的孔明灯。吊篮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没多久就和米闯将的高度齐平了。米闯将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个吊篮里的人，那吊篮里的人明显也发现了米闯将，双方就这样隔了数百米的距离，凝视又凝视。突然，吊篮里的人摸出一个喊话筒，对着米闯将大喊道：“贼球，我看到你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劝你放下武器，立即投降，这样或许还可以给你减点刑，少劳改几年。若是负隅顽抗，别怪战场上刀枪没眼。”米闯将，我操！放箭，射那狗日的！部下们，太远了，不可能射得到啊！热气球还在继续升高，很快就比北坡还飞得高了。吊篮里的高家村侦察兵拿出纸笔，飞快地画了一个比小儿涂鸦强不了多少倍的地形图，还在他发现米闯将的地方画了一个红圈，然后将纸装进竹筒，缠在绳子上放了下。很快，高家村民团开始入山。米闯将站在高处，看着下面的官兵进山，一看就感觉到了不妙。这些官兵瞬间分成了10几路，每一路都超过2000人，从米仓山的各个山坡、沟壑、山谷、树林，仿佛地毯似的扫荡了过来。一个部下吓得惊叫：“不好了！我操，这次是真的不好了！”另一个部下嘶吼道：“老大，咱们不能这样坐等官兵合围，我们应该设防，在半山坡搬石头往下砸，砸死他们。对，我们还可以埋伏弓箭手。”米闯将，好，赶紧去做。流寇们这时候才想起来，赶紧去安排防御地点。但是他们这样临时安排，并不是事先准备好的防御点，那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一群贼寇占据了一个很好的落石点，但是手边根本没有准备足够多的落石，只好赶紧到周围去寻找合手的大石头。但他们这样一动，目标就大了。热气球就的观察员马上就发现了这个贼军设定的落石点，通知下方。于是负责探这条路的民团士兵们刚走到山坡前，还没进入埋伏点呢，后面就有一个人追了上来，大叫道：“停步，前面有埋伏，你们再向前走20余米，山上就会有石头砸下来。”民团士兵们赶紧停下来，抬头往山上看。队中的军官带着望远镜看出来，仔细一找，马上就找到了贼军在山坡上安排的落石小队。那个位置有一队贼兵，身边摆了一小堆石头，等着砸咱们呢。我操，讨厌的家伙！用火铳打不到那个位置。小榴弹炮呢？快去请小榴弹炮！炮兵营的人立即嘿约的跑了过来，架起一个小巧的和手臂差不多粗的小炮，调整了一个倾角、仰角什么的数据，对着山坡上轰的一声开了火。钢铁厂来的民兵们则在旁边学习，哇，原来小榴弹炮是这样用的，有趣。轰隆隆的一阵爆炸之后，山坡上的贼军落石点被拔除了，流寇被炸得死的死，逃的逃。民团和民兵团这才继续前进，分成了10几股的小部队，都有200名左右的正规民团走在前面，而后面的民兵团战斗力弱，装备也差，没有战斗经验，只有一腔热血，所以他们适合跟在后面扎场子就好。2排占据狮子坪高地，现在立即升起新的热气球。一个新的热气球从狮子坪高地升了起来，又可以辐射新的一片视野。8排登上板凳压，升起新的热气球。高家村民团一个接一个的占据了周边的高点，每一个高点上都升起一个热气球，又覆盖周围更大片的视野。这样的搜山方式效率惊人。很快，米仓山北边已经有一大片山坡落入高家村民团之手，米闯将和他的人只好不断的向南躲避。这一场山林里的搜索与逃跑战持续了好几天，米仓山里发生了好几起小规模的战斗，都是以流寇大量伤亡、交出数据尸体撤退为结局。
米闯将的藏身之地被不断压缩，又压缩，再次压缩，他只好不断的逃跑，又逃跑，再逃跑。等到他缓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背后是一片绝壁，爬不上去的那种，左边是一条深涧，下去就淹死的那种，右边是一面断崖，下去就摔死的那种。他可没有热气球帮他看着路，在米仓山里乱跑，那可是要出事的，这不死路了吧？吞了一口唾沫，再看面前是几万高家村民团、民兵团组成的庞大部队，数不清的栓动步枪、后装步枪、线膛鸟铳、滑膛鸟铳，甚至有少量工人装备着弓箭和手弩。这些武器密密麻麻，全都对准了米闯将。米闯将吞了一口唾沫，丢下自己的武器，一脚将他踢得远远的，然后举起了双手，大吼道：“不要开火！我投降了！不要开火！”汉中府汉中总兵赵光远正在巡城，就看到南城门外的平野上出现了一大群人，王二率领的民团和民兵团回来了。跟着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被缴了武器的米闯将和他的1万多名手下。赵光远顿时大喜，成功了！搜山成功了！他赶紧打开城门，迎了出来。很快，知府和瑞王也得到了消息，一起跑了出来。米仓山里的贼军已经全部成清。王二甩下一句话：“汉中这边可以暂时解除戒备状态了。”太好了！瑞王第一个欢呼起来，终于不会有人来抢我的大火车了。众人，他们几个关心的是战略，但汉中知府关心的却是民生。他的眼光扫过那1万多俘虏，低声道：“这些人，你们打算怎么办？如何安置是一个大问题。这些人不劳知府大人费心，我们会将他押回西安，交给孙传庭发落。”王二又把孙传庭搬出来当了一个挡箭牌。实际上，这些俘虏孙传庭才懒得过问，应该会直接扔进天柱山劳改营或者黄龙山劳改营。反正等着他们的肯定是长达数年的劳改。王二正准备走人，返回西安，他胸前的刺绣天尊突然开了口，用只有王二一个人能听见的音量道：“王二，关于这些俘虏，有更好的处置方法。”王二啊！天尊来了，属下洗耳恭听。李道玄，这一波贼军虽然咱们控制住了，但是四川还有许多贼军在闹腾，说不定还会有别的贼军翻过米仓山，再一次进入汉中地界。王二，这倒是，这该如何是好？李道玄，加强米仓山的防御，在米仓山上几个关键所在建立哨所，架好烽火台。如果发现有贼人来了，立即点燃烽火台，将消息第一时间传回汉中府，再由汉中府这边的人立即通知西安。王二听完，懂了。陕西是天尊解放区最重要的核心地带，必须死守周全，不能允许贼子莫名其妙的翻个山攻进来。所以防御四川流寇也是势在必行。王二转向了民兵们：“各位民兵们，你们来自各行各业，都有一身本事，打仗本来并不是你们的所长，你们更擅长是干活。”民兵们都笑：“是呀，是呀。”王二，现在天尊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儿要交给大家，我们要在米仓山上用最快的速度搞一波建设，建立多个山顶哨所、烽火台以及配套的交通、物资运输等等体系。众人一听是天尊的命令，顿时干劲大涨，明白了。王二，明白了就好，这一方面你们比我更懂，还请各位立即开始计划，有没有这方面的能人立即出来规划方案。他话音刚落，民兵团里就有一个拿着手弩，看起来就不太能打的中年民兵走了出来。他一边走一边将手弩取下来，丢到了一边，然后从背上取下他的头盔，往头上一罩。众人这才发现，他这个根本不是头盔，是一个蓝帽子啊！旁边的民兵们吓了一大跳：“哎呦，蓝帽子，高级技术工人，您怎么也跑来当民兵？”那蓝帽子呵呵直笑：“保家卫国，不分身份啊！”他走到王二面前，啪的行了一个礼：“高家村建筑院设计师前来报道。”王二拿出一叠纸，是热气球上的观察员绘制的米仓山简要地形图，地图给你，你看看。那建筑设计师拿过地图，看了一会儿，拿出笔来，在图上刷刷刷画了几个圈，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方修建哨所，每个哨所设计50名士兵的生活空间，哨所顶上架起烽火台。然后他又画了几条线，这是公路，我们需要修建这几条公路，连接各个哨兵，使我们的车辆可以用最快速度给哨所提供物资以及调动兵员。王二，真是多亏了有你啊，这么快就拿出了方案。他把手里的方案高高举起：“各位工人们，你们看到了吗？”工人们大声道：“看到了。”各行各业的兄弟，咱们一起挽起袖子，加油干吧！王二，我们要在第二批流寇到来之前，搭建起一条封锁流寇入陕的防线，要比万里长城更加坚固。众人好！王二的眼光扫向了米闯，看到他气势夺人的目光，米闯将吓了一跳：“
你要怎样？别杀我！王二，你也看到我手里的图了吧？米闯将看到了，看不懂。王二伸手指着图上那几条线，这是路，需要人修。米闯将马上就懂了，赶紧开口道：我的人修，我的人都来修路。王二点了点头，乖乖修路，好好劳动，早日重新做人。接下来就是经济建设阶段了。王二瞬间变成白痴，啥也不懂。却见刚才那个蓝帽子跳到了最前方，将手一挥，水泥厂民兵立即就地寻找厂址，准备建一个临时水泥厂，为米仓山哨所的建设提供水泥。一群民兵跳了出来：我们来自水泥厂。家具厂的兄弟们在吗？我们在。一群木工跳了出来：你们用最快速度砍些木头，做几个木头哨所出来，先临时用着。遵命。养猪场、纺织厂、伙食团的民兵们，你们负责给大家解决餐饮问题。好。数万民兵全都飞快地行动起来，各行各业都有能人，每一个人负责自己熟悉拿手的工作。高家村来的工人们非常擅长的就是大规模有组织的生产，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时代的所有人。汉中知府本来以为这种内政方面的事情自己还能插上手帮帮忙呢，哪料到这伙民兵根本不需要他这个知府的帮助，他们自己就很快地分好了工作小组，开始投入了各种工作之中。汉中知府，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没那个戴蓝帽子的人能干。呜呜呜的大火车先前还在运兵，现在突然变成了运送生产物资，各种各样的生产工具、建筑工具被大火车拉了过来，分发到每一个工人的手里。工人们放下武器，拿起工具，取下头盔，戴上黄帽子，还唱起了歌。解放区呀么呵，大生产呀么呵，军队和人民齐动员呀么呵。米仓山一下子变得比汉中府还要热闹。与此同时，一个船队缓缓地进入了倭国长崎港。大海盗马二不对，是大海商郑之虎，穿着一身商人衣服，脸上挂着微笑，跳下了船，走在了长崎港的码头上。这个时候，倭国已经开始收紧海洋政策了，再过1年，他们就开始闭关锁国。这一次闭关锁国将长达上百年，直到被西洋人的黑船轰开，然后开启明治维新。当然，就算是闭关锁国期间，长崎港也会继续开放。所以，倭国国内的商人们也大量的涌到了长港崎，开始拥抱这最后一个自由交易港口。郑之虎在这里也算名人，刚刚一下船，就有本地的商人迎了上来，嘴里说的还是汉语：“马二哥，您怎么有空来长崎？”郑之虎大笑：“我带了一批好货来。”好货！本地商人的脸立即就兴奋的红了起来。是什么好货？拿出来，大家一起发财发财啊！郑之虎唰的一下掏出了海鲜酱油，再唰的一下掏出了53度天尊特供酱香酒，唰的一下掏出西兰卡普、程程刺绣、旺旺雪饼、喜之郎果冻、德福巧克力。拿出来的东西是一件比一件奇怪，一件比一件离谱。然而，这些离谱之极的东西，在海商眼中虽然稀奇，却并非不能接受。大航海时代的商人们几乎能接受一切稀奇古怪、没有见过的东西，只要好吃、好看、好用，没有他们不敢收的货。那本地商人看了看这些稀奇货，又拿了几样来尝了尝，脸上的表情顿时就变了。哎，马二大哥，您这次的货好棒！郑之虎，嘿嘿，先说好，不便宜哦。价格不是问题。商人道：“你给我的价贵，我卖给大明武士们就会更贵。”哈哈哈哈！郑之虎黑着心肠开了一波超高价，比他在上海港的进货价平均贵了5倍。其中开价最贵的是德福巧克力，这玩意儿本来进货价就贵，他是李道玄偶尔心情好才会赐下来一点点的。而且最近李道玄减肥，很久没有买过巧克力来吃了。他不买，当然就不会赐给小人们。高家村现存的巧克力主要还是老村长的存货，他经由商人们从高家村本村运到河阳洽川码头，再转运到小浪底，然后再搭乘江海两用船来到上海港。这一层一层的转运，使得它的价格不断攀升。到了郑之虎手里已经是天价，郑之虎再把它运过海洋，送到长崎港，再翻个10倍，它的价格已经是普通人看不懂的了。那本地商人从郑之虎手里拿到货，再加了2成的价，价格贵到这个地步，包装当然也要跟上了。本地商人找了一个漂亮的陶瓷盒子，精美的不像话的那种，光是这个盒子都能在倭国卖几两银子。在盒子正中间小心翼翼地摆上小小的一块巧克力，然后开价250两银子，简称250，被一个急于晋升想给老大送礼的武士买了下来，再送进了长崎御翻译郭岛胜茂的府邸中。郭岛胜茂是倭国战国时期的名将郭岛直茂的儿子，35万7千石领地的大名。
官员之战后被封为长崎御翻译，一直坐镇于长崎港。一个小姓双手捧着瓷盒递到了郭岛生茂面前：“大人，这是下面人给您送的唐物。”唐物是当时的倭国人对大明朝传过来的东西的统称。唐物，郭岛生茂对唐物早就见怪不怪了。由于坐镇长崎港的关系，他随时都能接触到海商们送来的整个世界的商品，尤其是大明朝过来的商品最多，什么丝绸、陶瓷、茶具一类的，看都看腻味了。郭岛生茂摇了摇头：“他们就没什么新奇东西给我送了吗？唐物是咱们这里最不缺的，倒是西洋那边的奇怪玩意儿比较难得。”小信低声道：“这次的东西好像还蛮稀奇的，它叫做德芙丝滑牛奶巧克力，前所未闻的名字。”哦，郭岛生茂这下来兴致了，端上前来看看。小信上前几步，郭岛生茂这下看清楚了，一个精美的瓷盒里装着一小块黑乎乎、不起眼的方块。这玩意儿是用来吃的。小信点头：“是的。”郭岛生茂：“这么难看，怎能好吃？”小信：“我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敢试吃。据送他来的武士说，这么小小一块要250两银子，太昂贵了，我不敢试吃。250两，这价格把郭岛生茂都给吓坏了。这才多小一块，就这样也要250两，价格把他镇住了，尝鲜的兴趣也就出来了，伸手将那小小的一块巧克力拈起，往嘴里一丢，脑海中不知道为何响起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喊了一声250。接着丝滑牛奶巧克力那美妙的味道在嘴里弥漫开来。郭岛生茂脸上露出了陶醉的表情：“啊，真是好吃，太好吃了！真不愧是250两银子的货啊，唐物总是能给我惊喜。”他甚至都舍不得咀嚼，而是慢慢的把那块巧克力在嘴里盘到融化，直到它彻底消失不见了，这才伸到盒子里，还想再拿第二块呢。没有了，250，只有那么一小块。郭岛生茂：“如此美好的东西就只有这么一小块？这么一小块够谁吃啊？快去找送东西来的武士问问他在哪里买的，快去！”小信赶紧去了，不一会儿回报是从乐市乐作的小商人土屋三太郎那里弄到的，而土屋三太郎是从大明朝过来的海商，正是那里弄来的。郭岛生茂：“知道了就好，赶紧去买啊！”小信飞也似的去了。不久之后，他一脸兴奋地给郭岛生茂捧回来了一大堆装巧克力的瓷盒，就这一堆盒子，郭岛家的几千两银子就没了。而且除了这一堆巧克力盒子之后，他又带回来了更多的奇怪的东西。大人，原来这一次送来的糖物可多了，稀罕东西不少，我都给您买回来了。小信一件一件地拿出稀奇货来。您看，这叫旺旺雪饼，比巧克力便宜些，但是也很好吃。这个叫喜之郎果冻，可有趣了。这个较暖的范困羊毛衫，据说它在大明朝那边都是顶级的，那边的达官贵人个个都喜欢。不久之后，郭岛生茂身上穿着暖的范困羊毛衫，腰间插着一把开县土家族人制作的乡绸扇，脚下踩着层层刺绣的厚实地毯，左手拿着一块旺旺雪饼，右手抓着一坨喜之郎果冻。这日子怕不是神仙过的。不过没过多久，郭岛家的监务，也就主管财务的官员就找上了门来：“大人，别买了，别买了呀！这些糖物太贵了，咱们郭岛家的银子不够您这样花，入不敷出了。”郭岛生茂：“最近花钱是快了点，但是只要再加点税，不就让那些农民给我把钱补上了吗？快去加税，加税！”监务吓了一大跳：“加不得了，农民都快造反了。”郭岛生茂：“怕他们造反？谁敢造反就杀掉谁。”监务心中暗叫不妙，但大明的命令是绝对的，身为忠心的武士，就算主家是错的，也必须照做，这就是武士道的精神啊。监务正在心里吐着槽呢，郭岛生茂将一块乐事原味薯片放到了监务的手里：“来，你也来尝尝糖物，这可真是难得一见的美味。”监务把薯片放到嘴里一嚼，卡兹，好吃，好吃啊，根本停不下来，开心就要卡兹卡兹。监务忍不住用颤抖的声音问小信：“刚才我吃那一小块多少钱？”小信：“50两。”监务嘶了一声，然后咬了咬牙：“看来我家也得加点税了。听说了吗？最近糖物好值钱。”来岛海贼们正聚在一个小岛上，小声地议论着。郭岛家大量买进糖物，还有黑田家、鹿岛家，全都在追捧糖物。听说这一批糖物很新奇，大明们愿意出大价钱收，连空酱油瓶子都超涨了。有些奸商用大明朝酱油的空瓶子装上咱们本国产的酱油来卖，专门卖给那些想充面子买假货的穷武士，他们赚翻了。来岛海贼们吹着吹着就兴奋起来了，这么好赚的钱，我们不能落后，兄弟们干起来去抢大明朝的海商了。海贼们像一窝蜂般冲了出去，
驾着一片小船，在大明到长崎港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了起来，等着有缘人的出现。没等多久，前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支大明朝的船队。来岛海贼们大喜，冲啊，抢糖物去！这支大明朝的船队正是海商姚兴卷的船队。前方不远处就是长崎港了，眼看快要到正经地方，姚兴卷已经藏好了船上的兵器，给自己换上了一套商人衣服，头上还戴了个方巾，打扮的人模狗样的，准备糊弄倭国有钱人了呢。没想到他刚刚打扮完，走上甲板，就听到桅杆上的哨兵大喊起来：“海贼！来岛海贼来了！”姚兴卷大怒：“操你娘！老子刚刚变完身，他们就来，又逼老子再变回去是吧？你们给老子等着！”姚兴卷唰一声扯下了身上的商人服，露出里面一套江湖劲装，摸出一个眼罩，啪的一声给自己戴上，头上的方巾也不戴了，一把抹掉，披头散发。左手抄起了一把火铳，右手举起了刀，瞬间变身为海盗妖星卷。操你娘的，老子变身完毕，狗日的来岛海贼，来吧，看看到底是谁抢谁！两支船队轰的一声撞到了一起，一个倭国流浪武士提着武士刀，气势汹汹地跳上船来，双手高高举起，一个大上段，准备挥刀砍下。妖星卷左手一抬，手里的西洋短铳轰的一声响，正中那倭国武士的胸前，倭国武士翻身落进了海里。旁边刷刷又跳出两个倭国小海贼。妖星卷左手上的火铳没子弹了，随手往腰间一插，右手上的刀子挥了过去，噗噗两刀将两个海盗剁下了海。船上到处都开始了捉对厮杀。海贼的世界，公理与正义只存在于实力之中。正在两支船队打得无比激烈的时候，远处的海面上又出来了一支船队，为首的旗舰上挂着一面五彩斑斓的旗，五彩天尊旗。旗下的甲板上，两个半大的孩子正在摆弄航海中，然后对照着地球仪，正在争论着什么。大的孩子正是施琅，我们好像没走歪吧？小的孩子是郑森，我觉得应该没歪，虽然我从倭国航行去大明的时候还小，但是我还依稀记得点事呢。施琅大喜，你记起航线了？郑森，我记得海鸥在我脸上拉了泡屎。施琅，这就很气。施琅只好继续摆弄航海中，我跟你讲，这东西有5里的误差，咱们现在离目标位置可能歪了5里呢，长崎港搞不好会在什么方向？哎呀！就在这时候，哨兵大喊起来，前方有人在交战，有人在交战。所有人精神一振，施琅唰的一下跳起来，望远镜，快，望远镜！郑森也赶紧伸手摸自己的望远镜。啊，是咱们大明的人在和倭国海盗交战。两人马上就从双方的服饰上搞清楚发生了什么。靠过去，帮自己人。施琅几乎想也不想就下了命令。郑森现在还是客座身份，不能发号施令，所以他只是伸手抽出了一把火铳。高家村的舰队瞬间进入战备状态，前方两个舰队已经打街闲战了，大炮在这个情况下用不上，火铳也容易误伤，所以水兵们就不拿热兵器了，大伙刷刷刷全都抽出了刀子。这时候船上水兵的层次一下子就分出来了。高家村本村水兵更擅长用热兵器，碰上这种要玩短兵相接的情况下，他们相对来说显得比较怂，没经验，有点小怕的模样。但是船上的劳改海盗却不一样，他们挥舞着刀子，表情兴奋又狂热，不但不畏战，反而很是战。有人大喊道：“立功的时候到了，干掉几个敌人，就自己人一条命，起码给我减1年刑期吧。”1年？你是不是傻？天尊说过，救人是最重要的，比什么战功都大。只要救到1、2个人的命，老子肯定刑满释放，直接转正为白身水兵。我操，原来救人比砍人还好。那这个功老子立个定了。劳改海盗们挥舞起了雪亮的刀子，我们来了。高家村来的水兵们倒是有点佩服这些劳改海盗了，白刃战你们不怕的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好血腥的。相对来说，还是隔了上百米远拿火铳打敌人来的舒服啊。高家村的船从巡航速度换挡为战斗速度，船速唰的一下接到了20几节，电动小马达飞也似的转，船后喷出一条白花花的尾浪，一瞬间就穿入了战圈之中。他们船又大，来得又快，极为拉风，一出场就把来岛海贼们砸了个半死，士气为之一夺。接下来，劳改海盗们嗷嗷怪叫着，红着眼杀了过去。我们要立功，我们要洗白，我们要刑满释放。一群人嘴里嚷嚷着敌人完全听不懂的奇怪口号，从大船上荡着绳子飞过。妖星卷精神大振，虽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援军，但是来了援军真开心，哈哈，兄弟们，砍啊！正吼得欢，一个高家村本村水兵也学着劳改海盗们的样子，抓着绳子荡过去，
动作极不熟练，落地时居然是用前脸落的地，扑通一声摔了个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众人这就相当的尴尬了，整个船上居然短暂的安静了1秒，接着喊杀声再次响起，双方联手一阵猛砍，来岛海贼瞬间就被砍得七零八落，甲板上到处都是尸体。洛阳城菜市口，现在是国际新闻。高一叶出现在了屏幕上，微笑着对电视机前的观众们道：崇祯9年12月，太平洋彼岸建立了一支国民警卫队，这是西洋殖民者们为了保护在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而成立的一支民兵队伍。这个小小的新闻并没有引起观众们的注意，毕竟太平洋的对面好远好远。李道玄也知道这个新闻注定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但他还是把这个事情加进了高家村的新闻中，因为这支所谓的国民警卫队，也就是后来的美丽军，它的性质与李道玄现在建成的民团其实颇为相近，他们都不属于被朝廷承认的正规军，都是属于民间自建武装。高家村现在刚刚起步，美丽国也刚刚起步，今后是谁能走在前面呢？李道玄轻叹道：希望在这个位面里，我的小人们能走在美丽国的前面，几百年后由我们来给他们发动一个贸易战，打压他们的科技吧。高一叶继续对着屏幕外面道：接下来是第二个国际新闻，同为崇祯9年12月，皇太极亲率10万大军亲征朝鲜。清军渡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而不攻，长驱而南，仅仅12天便抵达王京城下。这个消息就比什么大洋彼岸的民兵团更让老百姓们在意了。洛阳城的老百姓们齐齐大哗，哎呦！而洛阳城里有点身份地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看到这个消息，表情就更难看了。河南巡抚樊尚报忍不住叹道：朝鲜一向是我大明朝的波属，如今藩属被攻破，我大明朝却无力发兵救援，天朝上国之脸面何存？高杰，没有了朝鲜在旁边牵制，贱奴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进攻我明朝了。哎，曹文照也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阿几格呢？这次为啥不是阿几格领军了？难道是他做了什么不讨皇太极的欢心的事？所以总大将都不是他了。曹变娇，现在该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吗？你到底能不能抓得住重点？现在应该关心的是朝鲜能不能顶得住这一波啊。曹文照啊，说的也是。屏幕上的高一叶轻叹道：天尊向我泄露了天机，朝鲜是撑不过这一波了。就在不久之后的1月30日，朝鲜将会向清军投降称臣，从此脱离我大明朝的波属，成为贱奴的波属，并且在今后的战斗中，朝鲜也会被迫出钱出粮出兵，参与进攻我朝的战争。这句话一出，围观群众更是大哗，没有人会怀疑天尊泄露的天机是不是准确的。天尊不可能错，这一波朝鲜是真的要亡了，朝鲜还要出兵攻打大明了。河南巡抚樊尚报刷的一下站了起来，这可如何是好？也惊愕地道：我朝在对贱奴的作战中一直处于劣势，若是朝鲜也加入贱奴一方，岂不是更加不妙？曹文照轻叹：糟糕了，皮岛危险了。曹变娇也微微一惊：对啊，咱们的皮岛现在肯定要遭到贱奴的进攻了。两人刚说完这句话，就见人群中钻出来一个量产型天尊，站到了他们两人的面前，微笑道：曹将军不愧是在辽东打过仗的，对辽东那边的形势很清楚吗？一听到朝鲜称臣的消息，就知道皮岛危险了。曹文照惊道：天尊，您能知过去未来，皮岛接下来？李道玄点了点头，2个月后皮岛会被清军攻占。曹文照大惊，曹变娇大惊。皮岛是大明东江镇的治所，而东江镇是由大将毛文龙创立的，是大明朝辽东防线重要的一环。辖区理论上包括辽河以东的沦陷区，实际拥有渤海各岛、旅顺堡、宽甸堡以及朝鲜境内的铁山、昌城等据点。皮岛若是被攻陷，就表示大明朝的东江镇完蛋了。那贱奴就扫清了最后一个牵制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可以放开手，全力攻打大明了。曹文照急：天尊，皮岛不能丢啊！曹变娇也道：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保住皮岛？李道玄：保下皮岛不难，但是皮岛保下来之后呢？他能按我们所想的发挥作用吗？这句话一问，曹文照和曹变娇的表情就有点小尴尬了。皮岛还真是个很尴尬的地方，虽然名义上是大明朝的东江镇，但实际上从毛文龙开始，皮岛就没怎么听过大明的号令，各种骚操作浪个不停。后来毛文龙被袁崇焕给杀了，这一杀有功也有过，说不清楚是对是错，正反观点吵个不停，有人说毛文龙该杀，也有人说袁崇焕是汉奸，反正也没个标准答案。而皮岛则继续内讧，各种骚操作还是没停过。名义上他是大明朝的东江镇，实际上，李道玄道：
皮岛我可以救，也有能力救，但是救下来之后，我不希望看到皮岛继续游离在大明的控制之外。不听号令，拥兵自重，分裂领土，自得其乐。曹文照听到这里，似乎懂了。天尊的意思是，需要有一个懂得辽东战事的大将去坐镇皮岛，帮咱们看好这个重要无比的地方。对，李道玄笑，用古怪的眼光看着曹文照。曹文照猛地一醒，我懂了，天尊的意思是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噗！曹变娇差点跳了起来，叔，天尊的意思是，这个适合坐镇皮岛的大将就是你啊！你怎么想到脸上有脏东西的？曹文照啊，我。曹文照年轻时从军辽东，先后力随熊廷弼、孙承宗、击战功为游击将军，后来又以抗击谏奴，功升参将，加都督佥事。他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懂得辽东的大将。曹文照这次终于明白了，天尊的意思是要把他调去皮岛。他忍不住有点懵，这个不是末将想调就能调得去的，需要兵部点头，皇上开口，末将才能去啊。李道玄微笑，只要你有想去之心，这件事并不困难。四川、河南的流寇正闹得如火如荼，高家村的民团在四川与河南两地不断地与流寇接战。陕西方面则在汉中南边的米仓山一带大量修建山顶哨所，封封。而与此同时，朝鲜境内的形势也在急速变化着。皇太极亲率10万大军攻入朝鲜，而朝鲜根本无力抵抗，节节败退。只要稍稍懂一点点辽东的人都能看得出来，朝鲜不行了。与此同时，皮岛东江总兵沈世奎正一脸严肃地听着部下的汇报。沈世奎商人出身，有一个人间绝色的女儿，他向毛文龙献上了美丽的女儿，成了毛文龙的岳丈，使得毛文龙也得叫他一声沈太爷。接下来皮岛数次内乱，每一次换老大，他就把女儿献给新的老大，也因如此，后来的每一任东江总兵都是他女婿，都得叫他一声沈太爷。他就这样在皮岛一次又一次的内乱中活了下来，最终取代了所有的老大，自己坐上了东江总兵的位置。这也算得上某种励志吧。谏奴已经准备攻打江华岛，一名部下飞快地向他汇报道，朝鲜王公贵族们的家眷全部在江华岛上，一旦江华岛沦陷，朝鲜王必定投降。沈世奎听完长叹了一声，朝鲜完蛋之后，下一个就是咱们的皮岛了。部下们默默不语。沈世奎传我命令，广设炮药，收集兵船，以为固守计。皮岛好歹是个岛，而谏奴的弱点就在于海军。这些年来，谏奴也不是没打过皮岛的主意，但是他们海军太弱，多次攻打皮岛都被咱们给揍回去了，不需要怕他们。话音刚落，一个部下弱弱的举手发言，但是谏奴打下朝鲜之后，朝鲜就成了谏奴的小弟，必定会跟着谏奴一起作战。谏奴的水军虽弱，但朝鲜的水军却很强。沈世奎这就很尴尬了。朝鲜的水军还真强，不是吹的。当年倭国入侵朝鲜，被朝鲜水军按在地上摩擦摩擦。倭国引以为傲的来岛海军根本不是朝鲜水军的对手。来岛家的家主来岛通总被朝鲜水军大将李舜臣率军突袭，一举干掉。来岛通总的尸体被朝鲜水军肢解，落了个传说中的死无全尸。如果朝鲜海军加入进攻皮岛，那皮岛还真是相当的危险了。沈世奎赶紧拉过来一个信使，火速回京向朝廷求援。信使赶紧出发，搭上快船，唰的一下就滑到了天津，然后皮岛求援的消息就插上翅膀，飞进了皇城。京城御花园，崇祯皇帝朱由检正一脸郁闷地翻看着奏章，户部累报两淮盐客。崇祯6年以前击亏200万余两，淮盐在天启5年新旧额银纸70万两，崇祯3年加至121万余两，崇祯4年加130万余两，崇祯6年加至156万余两。看到这里，朱由检的心情就好似坐上了一台跳楼机，上来200多万两银子，这么大一笔钱，朕要是拿来做军费，谏奴早就收拾下来了。各地旱灾，收不上来漕粮也就罢了，怎么连盐客都收不上来？朱由检怒，看看这笔烂账，少收。曹化淳有点小尴尬地道：“这个吗？”曹化淳知道这些银子是去哪里了，盐监贪了呗。以前地方盐客司贪钱，朱由检就很生气的派了太监过去监督，结果太监跟着一起贪。光是一个盐客司贪钱还能少贪点，现在多了一个人贪钱，大家都要发财，那交给朝廷的自然就更少了，几年下来就亏空了200多万两银子。曹化淳自己也收过外派的盐监们的孝敬银子，收的还不少，在这件事情上也没资格说什么，只好尴尬的笑。
气氛有点小僵硬。朱由检又想起了逃亡中的唐王朱玉建，心情就更差了。锦衣卫们还没把唐王找到吗？曹化淳还没有消息传来，唐王就像消失了一样。朱由检，那么大一个人，那么大一个活生生的，怎么可能丢？传令各地方听到有南洋口音的人，一律抓起来盘问，朕就不信找不到了。曹化淳只好点头，遵命。正在这时候，大太监高启乾从外面跑进来，急呼道：“皇上，大事不好了！贱奴已经快把朝鲜打降了。东江总沈世奎派人前来求助，求皇上发兵增援皮岛，否则皮岛就要完了。”死！朱由检的心情再次坐上了一台跳楼机。皮岛可不能丢啊！皮岛与辽东沿海诸岛及旅顺明军互为犄角，虎视辽东沿海诸城，威胁后金腹地。这一个小小的岛，实际上是在后金政权背后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使其面临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每一次贱奴出兵攻入大明，皮岛明军就不断深入后金境内骚扰，牵制后金的西进行动。皮岛对贱奴来说，如同芒刺在背，骨梗在喉。朱由检啪的一拍桌子：“此岛绝不能丢，快研究研究，有什么人可以派去增援皮岛。”第二天大清早，早朝，大臣们就要开始研究这件事了。一个大臣出列，沿海总兵陈洪范在数日前就已经率军前往营救朝鲜，如果他能帮助朝鲜守住，说不定贱奴就不会攻打皮岛了。马上另一个大臣跳了出来，陈洪范虽然使报出海，却又借口后风，仍然滞留登州。众大臣们啊，原来搞了半天派出去援助朝鲜的大将陈洪范根本没动，还在登州玩呢。这摆明了就是畏战，这就相当的尴尬了。朱由检也一个脑壳两个大，赶紧下旨道，督促陈洪范赶紧出师皮岛，与沈世奎会合，协力出奇，相机截剿，以救朝鲜。就在这时候，一个大臣站了出来，长叹了一声道：“陛下，那陈洪范连后风这样的理由也拿得出来，说明他根本无心与贱奴作战。这样的人派去援助皮岛，还未接战，只怕就弃皮岛而逃了，如何能守得住皮岛？”众人齐齐转头看去，发话的是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丁忧归来的杨嗣昌再度登上政治舞台了。